老夫当着众先辈的面，将炼魂宗托付给你。在修真界得到仙域的方法只有抢，要么不抢，要么全部。2位炼魂宗者将法宝留下。9叶数轴式，相当于问鼎初期。趁此机会，老夫便让你见识一下尊魂幡的真正变化。朱雀玄阵可是历任朱雀才能修习的术法。晚辈没有恶意，只是想与这位灵动朱雀的曾牛道友切磋一下吧。好，与你一战。好，我与你一战。哼，不愧是杀了李元丰与巨魔族老祖的人，还请多指教。既是切磋，曾兄不必因我的身份有所顾虑。仙宝，既然曾兄拿出看家本领，那钱某便……哼！这曾牛竟接二连三打断我的话，直接进攻，卑鄙！曾牛只是深得我炼魂宗精髓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抢夺先机。别得意的太早！朱雀坠，这是朱雀子的伪仙宝，威力极大。报！朱雀玄阵，竟能想出自爆的打法，有魄力。幸好报的是分幡，只会让魂魄虚弱一些，不然老夫要心疼死了。多谢前辈，晚辈定会找机会给尊魂幡补给魂魄。曾兄好手段，钱某算是见识了。废话真多，我们走。哼。红蝶，出来！敢伤我！师尊真是老糊涂了。你的一击终究是我的，师妹的一击也会是我的。哼，舔干净。这尊魂幡确实厉害，只可惜马上就要易主了。安心闭关，争取早日应变，有老夫为你护法。只要我不死，绝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扰你。谢谢。不必。记住你答应我的事就好。前辈放心。应变共分3步，第1步，去梵根。当年仙界未崩溃之际，修士只需进入仙界，在洗灵池内浸泡即可。如今却需要大量仙气冲刷，才能将梵根拔除，使身体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。梵根已去。应变第2步，凝仙体，即借助仙力重塑骨骼血肉，让肉身可随意运转仙力。此步虽会承受蚀骨钻心之痛，却能让你的肉身蜕变为仙体。不错，接下来便是最后一步，
具元神，使其由虚变实，在元神彻底凝实之后，便会与肉身归一，至此应变成功。怎会有股香气？是仙体的味道，会吸引妖兽和厉魂前来夺取肉身。小友，外面的事交给老夫，无论有任何动静，莫要分心，否则元神离散，功亏一篑。你可明白？明白。不可分心，稳住。这场大战死伤无数，倒是让这些厉魂更强大。师兄，我把增魂幡交给曾牛，不知是对是错。不过眼下大战，烈魂宗怕是难以保全。不管未来他去哪里，定能为我宗留下一丝余脉。或许，这也是你意境所指之意吧。文玄。人活一世，不求长存于天地，但求可以死得其所。我烈魂宗、烈祖、烈宗都甘愿抹掉神智，成为主魂。我遁天，也绝不会落于人后。我们很快就会相聚的。五祖大人，时辰到了。这是从尸阴宗用祖符换回的巨魔族尸体，有着尸身相助，轮回术定可顺利长成。祖灵，开！此祖灵种子是虚主修炼万年，以肉身破除五剑封印释放而出。若东南西北4颗轮回术能顺利长成，便能孵化出4个实业强者。到时，朱雀国必败。大人，我听闻朱雀子去了炼魂宗，准备去抢11亿尊魂幡。他绝不做无把握之事，我们要小心了。危难之际，你等需借出10亿尊魂幡，助朱雀星度过危机。今日便是履行诺言的时候了。
遁天，拿来！放屁！我怎从未听说过有此等约定？朱雀老贼，你这分明就是要抢！我炼魂宗成如今这般模样，和这几代朱雀子脱不了干系，而今又要为了你的位子，再搭上尊魂幡，休想！遁天，大难当头，更应团结一心，不要执迷不悟。拿来！我炼魂宗祖训有云：幡在人在。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那老夫便替炼魂宗老祖好好管教你。朱雀圣火，炼！遁魂幡保得了你一人，却护不住正宗。遁天，这炼魂宗是亡在了你的手里。这魂幡，你交不交？交不了。曾牛，这尊魂幡，你万要守住，以寿元为据，魂遁。容！大融合术！朱雀子，你灭我炼魂宗，你休想全身而退！化人成体，杀！是你逼我的，朱雀玄月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交出尊魂幡，否则你想守的，可就一个都守不住了。这联盟赐予的神通，已经用来对付同族，就差一天。遁天，修真联盟赐予的力量，你呀，挡不住。你要知道，我乃朱雀子，朱雀星第一人。你还没明白一个道理，这尊魂幡杀了你，我也拿得到。朱雀子，你欺人太甚！你灭我炼魂宗，你休想全身而退！老祖，弟子遁天献祭所有寿元，求请尊魂幡第4魂三金之魂。
次老祖。得一者可修仙，得二者为聪颖，得三者为天资，得四者为绝世，得五者为圆满。炼魂宗第4老祖拥有罕见的3颗金灵根，他身亡后，魂魄进入尊魂幡，以宗内秘法修成了足以威胁问鼎后期的绝代第4魂3金之魂。今日我们便一起死吧！老祖所化3金之魂，乃天下至金之物。魂气无坚不摧，可伤元神。噬魂提速，你避不掉，也逃不了！给老夫死！3金之魂果然霸道，所言不虚。那我先收了此魂，再拿尊魂幡也不迟。老夫以14代朱雀子名义，现今所剩9/10寿元，就一瞬间，修真联盟赐予的停止意志。你不是他，你到底是谁？给老子！曾牛，你还活着？曾牛。他身上怎会有如此桀骜的气息？那可是只有修炼无数年的老怪才能有的。不，你不是他，你到底是谁？老子问你，你是第几代朱雀？14代朱雀。看在叶无忧的份上，老子今日不杀你，滚吧！你怎会知道1代朱雀子的名字？叶无忧，1代朱雀子叶无忧之名，只有历代朱雀子知晓，外人绝不会知道。此人行事作风如此跋扈，莫非你是？参见老祖，晚辈这就离开。把第4魂留下。罢了，你要第4魂也是为了对抗前彝族。当年叶无忧对老子有大恩，我便借你3年吧。多谢老祖。不过，你既然猜出老子的身份，想必也知道老子的规矩吧？你就这么走了吗？是晚辈疏忽，良知可够。
再留一根，滚吧！曾有。夺舍！前辈住手！你这小娃娃看不出轻重之色，换了老子以往脾气，一巴掌把你拍死。让你下雨了吗？给老子撒谎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要什么第四魂？若是让那小崽子看出端倪，老子今日岂不是刚醒就又要再沉睡过去了？那第四魂等老子有了肉身，恢复了修为，直接杀上朱雀山抢回来不就得了？不知前辈是？王林，替我告诉这小娃娃，老子是谁？他是司徒南，司徒南2代朱雀。难怪朱雀子会被生生吓走。晚辈炼魂宗遁天，参见前辈。当年那场域外之战，多亏炼魂4祖相助，如今你又助亡灵应变，将我唤醒。小娃娃，你虽寿元已尽，但我答应你，待我恢复修为，定帮你夺回炼魂4祖之魂，助炼魂宗重新恢复道统。师兄，你所言应了。我遁天不是炼魂宗的罪人，我也可以含笑与你相见，与师尊相见，与历代先祖相见了。宗牛小友，老夫再拜托你最后一件事。我会将所有记忆凝在流影幡上，你替我保管好，让未来的弟子们看看，朱雀星辰的炼魂宗曾是何等辉煌。我将承诺远方着眼珠而下，最知心有难也必感应，身后的万千情为你把世界改变，我心不息，生生绵延。孩子，你可愿随我？我遁天发誓，必以此圣光守护炼魂宗。师父，师尊，答应你的事情我做到了。孩子，你可愿随我？我遁天，甘愿抹去尘质，成为尊魂幡之父。师尊，弟子来了。
放心，灵魂尊之事，我定不负浮屠。冲进去，毁了轮回术！他朱雀子来了，还算与我有一战之力，而你不过区区问鼎处女。这轮回术是由祖灵育得。我记得当年叶无忧研究过一个神通之术，可消化祖灵之力，增加修为。我瞅北边这个还挺顺眼。前辈，你要干嘛？你当真以为我仙夷族会对你们的进攻毫无准备吗？哼！仙夷众将，解阵！想走？晚了！怎么？发生了何事？挺小子啊！哎呀，真他娘的难吃！哼，我仙夷族数万年培养的祖灵，你吃了？狗贼！我杀了你！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跑啊！撤！快撤！走！小崽子，我在这儿，来抓我呀！你给我站住！吞噬祖灵既可恢复修为，又顺手灭了仙夷族即将孵化的问鼎数咒师，也算对得起一代朱雀了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哼，当然是去找个匹配老子灵根的肉身。等我恢复修为，就去把当年那几个人一一杀光。若是他们死了，就拿他们后人显摆。前辈，我知道那天逆珠是天地重宝，甚至超越了仙宝，但它已与我神识融合，我不清楚如何才能取出还你。放屁！那破珠子害得老子如此狼狈，我才不要！你自己留着吧。司徒，干什么？谢谢。突然来这么一出干嘛？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也算是我的弟子，不就一个破珠子吗？说这么些酸话，肉麻死了！笑什么？你小子要是非要谢我，就给老子找个肉身吧。朱雀子有个弟子叫钱锋，他的肉身应该不错。朱雀子的弟子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一代朱雀对我有恩，老子再找找。要去，
朱雀星怎会有这等肉身？此身一旦被夺，就会生成与夺舍者最匹配的灵根，真是好东西，就它了。小林子，去小北延吉之地遛遛狗。小崽子，爷爷在这儿呢。小崽子，老子这一路上等你多少次了，快点行不行啊？此人三番五次挑衅，必有蹊跷。但只要他未将祖灵炼化，我就能夺回来。是他。此名九离之气是这里独有的天然禁制。小林子，一会儿想办法借势将这问鼎小崽子困住。炎血之光。此光只要照到有血液的生物，便能令其全身沸腾燃烧，不出10息便会死亡。雕虫小技。把祖灵交出来！竟敢夺舍，滚出来！就是现在！干得不错，有着魔童肉身和问鼎修为，再加之仙夷祖灵，用不了多久，老子便可完全恢复。到时我就去找你。不用我为你护法。不用，这九离之气便是最好的护法。哦，对了，我醒来之后一直想问你，老子从未听过极境修士能突破元婴，可你小子竟然都应变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已将极境剥离。能不为此物所动，将之取出，实属难得。但我还听过一种说法，拥有极境的修士突破极境神识的方法，便是修心之经。修心之经能否助极境突破，我不清楚。但你若想离开朱雀星，还真得关注此物。什么意思？老子没当朱雀前，以为它不过是件法宝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此物才是6级修真国操控整个星球的终极手段。修真联盟以神通之术获得修心之经，凡有修真国达到6级，便会被赐予一颗修真星球，以及这修心之经。只要此物开启，此后星球上诞生的所有生命，都会有一条命魂被修心之经吸收。与修心之经相连之物叫修心之心，由修真星上最高权力者所拥有。只要献祭自身寿元，便可随意抹杀其上一切想杀之人，除非其修为超过了问鼎，将命魂从中抽出，否则别无他法。所以当年我知晓此事后，便暗中将朱雀星上的修心之经封印。虽说此物还会吸收命魂，但只要封印不破，后代朱雀便无法操控。所以这朱雀星现在才会如此混乱。若朱雀子突破封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好了，一切等老子肉身恢复再说，你也不必太过担心，有我呢。
修行之境。我亡灵之命，岂能握在别人手中？婉儿命魂，我也会一并夺回。朱雀子应还未掌握修行之境，司徒融合肉身还需些时日。待他醒来，便可取回我与婉儿的命魂。如今朱雀星大乱，依然不适合修炼。若要前往天运星，还需多做些准备。孤神之地的拓森也是一个大麻烦，此血液中蕴含一丝孤神之力，是修炼孤神之体的绝佳助力。可惜这点远远不够。但这股强悍的巨魔族气息，与当年石阴宗底下求救之人极像，不如趁此机会去趟石阴宗，一探究竟。王兄，一别多年，可还记得在下？周兄，好久不见。当年的酒，最后一壶。这酒还是当年的酒，人还是当年的人。古语云：“物是人非。”可你我现在，却像是人是物非。此派一别，王兄在朱雀星留下赫赫威名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周兄背后有高人提点，想必将来也不遑多让。王兄，周某再敬你一杯，谢你杀李元丰、风雪玉，为四派雪恨。周兄，想必你已在此等我多时，有话直说吧。还要从几日前仙夷族开启轮回术说起。朱雀老贼，毁了一颗轮回树，也逆转不了你们朱雀国的颓势。万鼎初起，也敢犬飞？此战，我族必胜！哼，好狂妄的小辈！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多谢二祖出手相救。恭迎二祖，恭迎二祖。哼，我该称呼你为云雀子，还是仙夷族二祖？称呼罢了。师兄随。你现已重伤，与我一战，你断无活路。那你为何不趁机杀了我？穷寇莫追，围城必去。我仙夷族愿与你谈一桩买卖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。
你朱雀国败局已定，但我仙一族愿与你将朱雀星一分为二，分而治之，互不干扰。你意如何？哼！一比，3个月后，朱雀山，我仙一族会来找你要个决断。寻一处阴寒之地，尽快养好伤吧。你可还记得，当初牺牲了多少族人，才破开封印，将你送入朱雀国？你本可置他于死地，为何放他走？哼！他手上的修行之心，可以控制修行之精。修行之精虽然被2代朱雀封印，用不得，但却会得。他自己的命魂虽然也在里面，但是你若执意杀他，他临死前定会毁掉修行之精。到时连同我仙一族9月之下的1万族人，都得为他陪葬。唉，我本暗中培养了4人，本来不论他选择谁继承大位，皆可慢慢架空对方势力，永保我族昌盛。可虚祖大人和你们太过心急，把我煞费苦心布下的局面生生毁掉了。你给他3个月，又是为何？哼，3个月足以剪除他最后的羽翼，让他看清现状。要保朱雀之位，唯有交出修行之心。记住，我们要的从来不是朱雀子的命，而是让族人可以安心地回到朱雀星地面上生活。你就这么笃定，他会按照你的计划行事？为了朱雀之位，他当年甚至选择了弑师。如此之人，怎么会接受自己落得全盘皆输？而后的3个月中，云雀子前辈等人一起围剿地破门，击杀其问鼎老祖，又重创天域宗宗主楚云飞，逼他离开朱雀星。五级修真国水墨国沦陷，5级修真国牡丹国沦陷，5级修真国秦国沦陷。如今的朱雀星的修士中，朱雀子是唯一的问鼎了。不假10日，轮回术的几大祖灵就会临世。事已至此，朱雀子已再无翻盘的可能。一切计划如云雀子前辈所料。你也是云雀子选中的人。4人中，我只知其3。我拥有青龙血脉与斩情意境。子欣曾是前锋炉鼎，与其有因果纠缠。云雀子前辈是想让我2人与朱雀子的2个弟子抗衡，而第3个人便是你。他说若你愿意，便去寻他，届时他会教你黎明草帽的真正用法。告诉云雀子，我不会去见他。也罢，这最后半壶酒送我可好？我曾与柳眉交手，此玉简内记录了他的意境。看
看与不看，你自行选择。多谢。应变老怪，有趣。化神中期的元神，竟然可以察觉到我的存在。前辈饶命！在下修的门内功法，对神识极为敏锐。你是哪个门派之人？晚辈曹一斗，师承天运星弥勒宗。天运星，天运星之人，为何在朱雀星上？回前辈，晚辈肉身破灭，只能向石阴宗购买肉身。可我仙域有限，估不起天运星的价格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来这朱雀星。你对天运星了解多少？晚辈从小就生活在天运星，那儿的一草一木我都特别熟。若前辈要去，我可以帮你引路。既如此，我要你做我100年奴仆，100年后，送你一具鹰变肉身作为报酬。此人气度不凡，与其惹恼他，不如富贵险中求。曹一斗，拜见主人。果然是这里。此人血脉极为旺盛，修为至少稳定。若能取他血液，定对本尊大有裨益。风动！小友，救我！救我！这巨魔躯体，仙剑破不开，藤蔓却进出自如，不如以此驱邪。小友，你若助我脱困，我可以送你巨魔宗重宝。这是蛊神之力，此人的血果然有用。小友，你若能救我出去，我可以将巨魔族重宝开天之铁给你，还可让朱雀星上巨魔族人全数听命于你。我愿成为你的坐骑，只要你救我离开此地。小友，我巨魔族人的身体就如星罗盘盘，一些术士不可取之处，巨魔之躯可随意通行。修真联盟大神通之人，皆系以巨魔族为坐骑，而且我们一旦认主，终生不叛。你若救我便供你驱使。取我血液定是有所用处，我的体内还有骨髓，精华比血液更多，我将你取出。有古怪。此人先是抛出言辞，想引起我的兴趣，又通过详细解释来拖延时间，而精血被取，气血衰弱，定然更加难以脱困。他却不闻不问，这不是一个着急求救之人应有的心态。莫非你是何人？我乃巨魔族万福侯雷吉。当年我与仙一族一战，击杀了3个9叶术咒师，也因此被11叶术咒师追杀，不慎被石阴宗抓住，封印于此。你若救我可以让朱雀星上所有巨魔族人都认你为主。小友，你救不了，救下你对我没有任何好处，反倒是把你留下，让我随时过来取些鲜血，才是最佳。雷吉前辈，在下告辞。此人劝我救他是假，用我采血是真。
若我继续猜下去，定会触发他的某些神通，反而助他脱困。吃下最后半炷香，只要再出一些血液，我便能将苏腾逼出体外，重见天日。我不是。 没想到，在这阴寒的尸阴宗，竟能闻到如此干净鲜美的味道。应变期竟还未近女色，这可是大补之物啊！小修士。 你可愿与我春风一度？没想到我那一缕意境。 竟在你身上，意境。哥哥，巨魔老祖手中那一丝残魂，竟是此人意境所化。你是谁？ 当年修士中，他们称我为内姬。在仙夷族，我是三祖。原来是三祖大人。今日晚辈误闯此地，不再逗留，告辞。前辈这是何意？相较三祖大人，人家更喜欢听你叫我内姬。 今日你来到了这里，想走可以，只要你依我。三祖大人，你可认识此物？十亿尊魂幡。你在此地出现，定是重伤未愈。前辈莫要逼我，今日在下告退就是。前辈大可继续疗伤。 好谨慎的小修士，真是越看越让人喜欢。被姐姐看中的人，可是跑不掉的。去，把他抓回来。 花轴有些熟悉，这花轴怎会有我仙夷圣物的气息？仙夷圣物，他怎会有我仙夷符兽图谱？不好，罗布上！ 哪位先祖竟敢为符兽，将自己封入图谱之中？这小修士究竟是何人？
了，老子终于回来了！司徒前辈，恭喜！老子虽没完全恢复修为，但在这小小朱雀星上已经够用了。眼下便是帮你从修行之精上抽回命魂。众族人听令，起众。以朱雀星的实力，已无力抵抗仙夷族。今日你二人会经历一次生死考验，是生是死，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仙夷族五祖见过朱雀子。在下仙夷族少族长见过朱雀子。小女子见过朱雀子。师兄，3月之期已到，你可考虑好了？哼，让你们唯一的那个11叶术咒师一并出来吧。你们许诺将朱雀星一分为2，无非是畏惧我手中的修行之心，不然此刻早就一起出手了，何须这般废话？但若我将修行之心交出，我岂不成了刀板上的鱼肉，任你宰割？师兄，我知你顾虑。这是一道连破之咒，此咒可将你的命魄与修行之心绑定。若我族出尔反尔杀了你，修行之心也会随之破碎，我族皆为你陪葬。此咒在保你手中正气。师兄，我们并非想要毁灭朱雀星，只是想寻求一种共存的方式。交出修行之心，此战可免。朱雀星一分为2，彼此绝不干涉。不愧是我的亲师弟，算到了这个份上。那以你对我的了解，你觉得我会如何选择？朱雀子，你早已穷途末路，莫要经久不持之法者。朱雀印，杀！牛祖，竟然只是圣剑！
朱雀功业，以寿元催发，万物皆不可阻拦。师兄，若你再发出一击，便要寿元断绝而亡。是战是和，我需要一个答案。师弟，你还记得咱们的师傅，上一代朱雀子钱平海吗？你判得好啊，钱平海，你当年错了，大错！你快睁眼看看你最爱的徒弟，这就是当年你钦定的朱雀子，你选的是仙夷族的后人呐！钱平海，我与云雀子一同拜入师门，天资也相差无几，为何你却总是对他赞誉有加，对我却是谩骂不断？在我心灰意冷之际，你却又给了我希望，将代表朱雀传承的朱雀玄阵传给了我。我诚惶诚恐，加倍练习，殊不知那朱雀玄阵根本就是一把双刃剑，每使用一次便会损害元神。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你一直教导我如何做朱雀子，但却从未打算传位给我。你定没料到，在你临死前，老夫会偷梁换柱，得到了修行之心，最终还是坐上了这朱雀子之位。我没有把你的肉身安葬在朱雀墓，而是卖给了石阴宗，只有这样才能缓解老夫的心头之恨。钱平海，事实证明，我才是最适合成为朱雀之人。老夫不恨仙夷族，但对你与他的恨意却是滔天。师弟呀，老夫怎可能和你平分天下？老夫做不成第一个朱雀子，也要做最后一个朱雀子。老夫的答案便是什么都不选，我要与你做一个游戏。你若赢了，这朱雀星送你；但你若输了，仙夷族就和朱雀星一同覆灭吧！你要干什么？修行之境就在朱雀墓内，所有问鼎以下修士可任意进入朱雀墓。你们收取自己的命魂也好，修复修行之精也罢，当老夫最终捏碎修行之心时，所有没有取到命魂之人，全部随修行之精灭亡。我也给你们3个月时间。喂，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朱雀墓一开，所有人游戏开始。这个兔崽子，竟然敢引爆修行之心，真是不要命了！只有拿到命魂，才能活下来。到不了朱雀墓的人，全都会死！快走！我们该如何？如何？当初若不开战，何至于此？如今仙夷族人的命都捏在他手上，只能按他的规矩来。让所有9叶以下族人进入朱雀墓，一切小心行事。我们几个再想办法。是。
己去死还不够，要把我们都害死不成？生死有命，各自去吧。前锋，记得用朱雀玄阵。还有，此乃天外之铁所制，不论此战是胜是败，必要关头拧下机关，都可以保你一命。是，师尊。千平海，你的后人，他的灵根和你一模一样的，我也会像当年你对我那样对待他的。到反天罡了，现在老子倒是没法进朱雀墓，要拿回命魂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这朱雀墓范围不大，分为内外两地，进入后会先抵达外围，神识一扫，便能找到一处祭坛。通过那里进入内部，内部中心有一灵山，那里便是夜无忧之墓。找到星野，便能抽出命魂。若真遇到什么危险需要出来，这是我封印的破解之法，它能带你平安离开。明白，多谢前辈。这朱雀墓扩张的也太慢了，才多少人就满了？我们还得让修为高的先进，这不是平白耽误别人吗？啊！这跟等死有什么区别？这不是靠什么神修的事？这个人不太好惹呀！来，我过去。止步！道友，莫要坏了规矩。此地是我师尊先来，待那些阴变期前辈进入后，便是轮到我等。你既然后等，还是后面排队。来，休得无礼！在下蛮荒难明，弟子不懂事，还请前辈见谅。师父，此人什么修为？为何弟子在他身上察觉不出丝毫灵力？你当然看不出来，此人已洗去凡根，突破应变，如今仙力贯穿全身，直达血脉，平常人根本看不出半点出奇之处。王林，你不认识现在的我，可我却认识你。我们可是好久未见了。这朱雀墓范围不大，分为内外两地，神识一扫，便能找到一处祭坛。通过那里进入内部。内部中心有一灵山，便是夜无忧之墓。陪我一起玩。妖？不对，这好像是焦土内那炙热灵力幻化成的火灵。果然，地面焦土不散，此物便会重新凝聚。和我一起啊！这是命魂，这焦土内的每一个颗粒，竟都是一个命魂。这些命魂微弱。应是凡人的。司徒说命魂在朱雀墓内部，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我的命魂
会不会也在这一种生物体内？3天了，怎还未发现祭坛的踪迹？前辈，前辈救我！前辈若能帮我脱困，我可以告诉前辈进入朱雀部内部的方法。晚辈慕容云，多谢2位前辈相救。老夫莫云海，这位道友好身手。小辈，你刚说知晓如何进入朱雀墓内部。莫前辈，在下来此地时，碰巧看到前锋与仙夷族几位术咒师进入了朱雀墓内部。若非我修为不够，此刻定然也进去了。哦，不知他们是从哪里进去的？是一处祭坛，不过那祭坛很偏僻，入口处有复杂的禁制，周围还有些奇怪的东西，我自己破不开。若前辈答应在下，到时候能将晚辈一起带进去，那晚辈这就为2位引路。道友，你我联手应问题不大，你意下如何？就是此处。你说的祭坛就是这个？那中间之处便是入口。搜魂术。此人没有说谎，但只有第1个能成功进去。哈哈哈哈！是这里，道友。在下先去一步。还挺聪明，你怎么发现的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也要回答我几个问题。有趣，你先回答我。你的衣服年代太过久远，并非现在修士所穿。就凭这个？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。现在我想知道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我乃命魂所化。你为何会在此处？此地破碎后，命魂就从中四散而出，说不定你的命魂就在这附近啊。你有什么目的？我没什么目的，只是不想让你们得逞罢了。唉，该你回答了，还有什么原因？那闪电中蕴含的灵力，本可轻易置你于死地，却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你。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太假。说，真正的祭坛在哪？休想知道什么！放！就算杀了这些命魂，死的也是朱雀星上的人，而我可以不断吸收新的命魂重生，你杀不死我的！我不杀你，但可以把你封印，切断你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待到你体内命魂的主人寿元耗尽，你亦会身死。我告诉你祭坛在哪儿，你放我出去。说，此地东部有9座山峰形成的深谷，那里飘散的不是黑雾，而是白雾。祭坛就在那谷底。你这个骗子！在越来越多的修士发现了灵物不死的秘密后，他们开始通过不断屠杀、毁灭灵物，
等待命魂重组，以牺牲别人生命为代价的残忍办法寻找自身命魂，这也让本就在碎裂的朱雀墓局势更加混乱。他应该恢复了，你再去把他引出来。是没我的命魂。他死了，应是命魂被人捏碎了。来去，就在这里等待我的命魂。若没有出现，他凝聚一次，杀一次。好久不见啊，王离。让开！果然是应变初期，你修为提升的好快。朱雀子死亡在即，你我一战没有必要。我与你一战，与师尊之命倒是关系不大。那便是为了你的千幻无情道了，对吗？我以千幻分身，感悟有情人生，修成无情道；而你，同样是以有情入道，感悟生死，看破凡尘，体悟生死天道。你与我是一类人。没时间了，六妹毕竟是应变中期，很难速战速决，万不可影响我取命魂的时机。若你敢动用尊魂幡，我便将这祭坛摧毁。此物再次凝结需数日，你等不及。你到底有何目的？如今我还差最后一幻，便可成就千幻，直达应变后期。借你之道，让我的千幻无情达到圆满，你看可好？最后一关成全你，别后悔就好。我的千幻无情道，如同这孔雀开屏的上千只羽毛，每一只便是一幻，每一幻便是我的一世。如今仅差这最后一幻，你注定会成为我的炉饼。红蝶之绝情意境，还需断绝情难。此女却天性凉薄，无情可绝。此意境比红蝶之意境还要高出一筹。这世间的美丽，往往都是最无情的。彩虹美丽，受亿万人侧目，但无人可将它留下。就好似这孔雀之屏，虽是美丽，却是归墟。无情。我本以为你之意境与天道之则同源同流，与我之无情殊途同归。没想到你的意境竟有这么大的破绽，如此轻易地夺走你的意境，倒是让我有些失望了。吞！谁稀罕与天道本源？天地间该消散的自会消散。若天道要让本该存在的事物消散，我绝不会同意。你的最后一幻可不是我的意境，生死之道，轮回。你长的这个肉身，奴家可真是喜欢。王兄，这便是我体会到的柳眉意境。如今他只差最后一幻，便可成就千幻。王兄要多加小心。柳眉若真要吞噬我的意境，以我的修为并非他的对手，
若要破他之道，唯有一法。哎呀，小哥哥，你终于想起人家了。我看你需要一个肉身，我助你夺舍，还你自由，如何？阴邪之境专克柳眉的无情道，待魅姬夺舍成功，柳眉便会失去神识，成为魅姬的傀儡。王离，你好卑鄙！若非你执意吞噬我的意境，我也没有机会让魅姬夺舍于你。这一切是你咎由自取。天下间至阴至邪之意境，以阴邪勾其欲，破除无情。传送阵。小妹妹，乖乖把肉身给我吧。怎么了？我当年的那丝意境，居然在夺舍。你当年的淫邪意境，若让他夺舍成功，定会抽离我的部分本源，找我族大计。今日是该将其泯灭了。怎么会有不良还手夺舍，还活不将我活杀！既不能夺舍，那便如此。天瓦无情的最后一环，竟是淫邪。王离，你坏我道心，使我意境变为千幻情欲道，此仇无功再现。按司徒的说法，朱雀墓内部正中有一座灵山，星隐就在其中。看来要想找到灵山，必须得穿过这山涧。这里的命魂比外面强大数倍，还是不招惹为好。不好，朱雀墓坍塌越来越快了。始终没有你的命魂呢，看来你命定丧身于此哦。绝不能让他伤到我儿命魂。是你，分魂幡。
了，看来只能另寻他法寻找命魂了。若此地崩塌，万儿命魂必灭。多谢小友相助。唯有将其打散，才可能找到万儿命魂。你把人家救出来，又攻击人家，你这是何意？万儿，你在哪儿？真是个疯子！走！婉儿。此地的崩溃愈发剧烈，得尽快找到灵山，取回我的命魂，从此地出去。这是新命魂，徐立波。孙子，敢在你家许爷爷面前叫嚣！爷爷让你跑了吗？金命魂组成的人物竟与剑魂类似，正好借许立过来克制。这气息与仙界中的仙境极为相似。强的威压！这斗魂竟是单一命魂，剑有奥义，斗有狂喜，绝非等闲之物。把他的魂留下，你走。这领悟速度如此之快，与第四魂不相上下，攻击力却是更强。把他留下。曾牛，多亏你吸引了金命魂，我才得以顺利通过。既如此，就送你一份礼物吧。当初你不是想与曾牛再战吗？今日就给你这个机会，杀了他。这豌豆似乎并非想要伤害许立国，许是另有他意。许立国，你且委屈一下，随他去。主子，不可呀！你身为魔头，没那么容易死。待我取回命魂，再来救你。你可千万别忘救我呀！此刀着实是个宝贝，待我回来找到许立国，定要想办法收服。
就应该就事领声。黄蝶，看来他果真被剑锋炼成炉鼎，失了神智。时间紧迫，还是不要多做纠缠。红蝶，你死，不愿走生。修行数百年，你是我亡灵道之一途，为数不多的对手，没想到最终一战会是如此竞争。王某敬你的傲气风骨，此战我成全你。动手吧！百年化神，却止步于化神。如今身为傀儡，再无翻身可能，唯有一死，方能解脱。我一生未读300，浮生若蝶，瞬息而过，然仅瞬息，终身覆亡。再见了。前锋的意境是无限的欲望，他通过吞噬意境获得不同的感悟，从而使自身意境达到圆满。我将对他意境的感悟与坤极鞭留给你，曾牛，帮我杀了前锋，好吗？明年春天，极北平原之中会有一朵蓝色的玫瑰盛开。那是我送你的礼物。
此次借助虚祖头骨的力量，强行破开朱雀墓，但只能一人进入，且时间有限。若符文之力消散之时还未出来，将会被直接抹杀。谁去？我去。待我找到修行之经，便用逆转阵法全力修复，阻止修真联盟降临，定能保住我族。此行危险，定要小心。快去快回。耐心，再等一会儿。还要多久啊？云雀子竟能破境进入灵山，怎么可能？就是啊。拜见前辈。前辈，晚辈已在此等候多时，这门还没有开启的迹象。不急，此地是进入一代朱雀墓室唯一的通道，若无修行之经，无法打开。唯有等到朱雀墓崩溃到一定程度，将门震开，方才有机会进入。此人不是朱雀星之人，虽是鹰变后期修为，身上却有一股奇异之感。不知是哪位道友夺舍而来，何不现出真身？你我素不相识，即便现出真身，你还能知晓我名讳不成？往后退！远点！你后前变后了！你在大门外还不看？朱雀墓外要踏完了。借人子心！他竟还没到。宗牛，就让绝情为你送葬吧。王兄，亡灵。这场游戏的高潮终于开始了。曾牛，王兄，王林，许久未见，你的修为又精进了不少啊。虽说与我的英俊还差一点点距离，那草马法宝，我便借你用段日子好了。还剩下99个木雕，等你化神后可别忘了。当年答应前辈的木雕，如今已然全部完成。昔日点化之恩，在此谢过。此行我只想取回命魂，别无他意。这云雀子问鼎修为，却得入朱雀墓，背后定然牵扯甚深。我要取命魂，万不能陷入其中。王离，你坏我一击，我定会杀你。
修道以来敌手无数，但仅一个眼神便让我如此心惊肉跳的，只有一人——屠斯魔涅。屠斯，我离开此地之日，你便是逃入星空彼岸，我也会将你擒回炼化。此人本该全力杀我，夺取意志传承，却迟迟未对我出手，而是大费周章进朱雀墓。莫非他也想要修行之境不成？此人恐怕不只有应变修为，此地能制衡一二的，只有云雀子。古神的气息，原来在他身上。一起出手，打开灵山大门！若照司徒所说，那里应该就是夜无忧之墓。可若要进去，应该没那么容易。加持下，此人的修为果然亦可达到问鼎。多谢王兄，我与子欣本想借水遁之术潜入，看来不可行。看来这金甲巨人并非要置人于死地。只要接下一剑，便有资格进入夜无忧之墓。只是这一剑之威，宗牛道友，想必你也看出，这剑芒威能已达问鼎，绝非我等可以独自接下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你我三人联手抵抗，如何？毛兄，小心有诈。好啊，如此甚好。曾道友，你我二人先上抵抗剑芒，随后再由我师妹接应，你看如何？不用那么麻烦，我第一个去接剑芒，你二人随后便是。这曾牛不过应变初期，却敢如此托大，必是仰仗那尊魂幡。若能夺得此宝在手，
什么？好，快退！岁月。 这应该就是一代朱雀亦无忧的雕像。那光团，莫非就是修行之境？不过，云雀子他们去哪儿了？王林，是你吧？既然来了，便助我一臂之力。 我果然没看错人，你是第3个进入此地之人。前辈，这莫非是跟随你之后进来那个人？此人仅仅解放分时，修为便达到了问鼎。我与他大战一场，暂时将其禁锢。果然。 但这云雀子与拓森的关系，似乎不止于此。背后隐情，还得引诱云雀子说出。王林，我身受重伤，这修行之经，你却把我取来，为了我仙异族也好，为了你等修士也好，不能让这修行之经崩溃。 前辈，那黑影到底是何人？与你又有何关系？你若不愿相告，晚辈不敢上前。罢了，告知你也无妨。我也是刚刚才知晓，朱雀星如今这般惨状，竟都是内人一手造就。 千年前，仙夷族被赶入地下，我背负着众人期待，混入朱雀国中，成为钱平海弟子。那时我刻苦修炼，一心想要获得朱雀传承，让我族人重回地上，告别那暗无天日的生活。可没想到。 朱雀之位却落入到了师兄手中，仙夷族人蛰伏千年，却落得一场空。对我大失所望，虚族决定放弃和平手段，转而开启远古祭坛，祈求更强大的力量。却不知朱雀星底下其实连通着一尊。 古神的尸身，古神的一缕残念回应了我族的祈求，竟真的帮助虚族突破12夜，破开朱雀子的封印。然而自那之后，虚族仿佛疯魔，一意孤行，开启了大战。而我今日方才知晓，两族血战竟都在那残念谋划之中。 他所做一切，都是为了得到修行之经。拓森如此费尽心机，要得到修行之经，唯有一种可能：子午可助拓森脱困血海。若真如此，届时我断无活路。
你也神识查看一下便知。我现在幽禁灯窟，那人一旦脱困，定会抢走修行之精，到时候将万劫不复。前辈这是幽禁灯窟，那前辈的修为，实乃晚辈平生仅见。哼，你是如何看出的？那不是修行之精。若是前辈想要那东西，大可自己去碰。不愧是我选择的4人之一。没错，那不是修行之精，而是星隐。触碰者需要花费一些代价，才能将真正的修行之精取出。老夫许诺，你若为我取出修行之精，我以仙一族至宝相赠。前辈，那草帽的使用之法，可否告诉我？快去！老夫不想杀你，但你若还不识抬举，我也不会留情。你曾帮过我，故而我本不想与你为敌。如今我只想取回自己的命魂，离开朱雀星，追寻我自己的道路。但是前辈，你今日却执意要害我。若我真的按你说的做了，付出的代价就是即刻身亡吧。你一人赴死，老夫便可修复修行之精，拯救1万生灵，此乃大义之举。前辈如此大义，何不教我修复之法，而后慷慨赴死呢？可笑！以为这孙魂饭还能战胜老夫不成？我不是你的对手，自有人是。小家伙，你这阵法的确有些门道，利用已死之人的残余之力化作影劲，能困住主人的一丝分食。但我要为主人取到修星之精，无人能阻。区区傀儡之物，灭了你这分食真正藏匿之处，你即便本体再强，也无法现在赶来。修行之精，哈哈哈哈哈！主人脱困之日就在眼前。拓森的问鼎傀儡竟被一击毙命，修行之精果真危险至极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可愿成为封号朱雀？我在此等你多时了。叶无忧，前辈此话何意？历代朱雀之位交替，
皆是由上一任朱雀子钦定传人，授予朱雀印，方能得其传承，掌控修行之经。可若有人妄图毁灭修行之经，那么他便会自行选择主人，重立朱雀，而你就是被修行之经血中之人。他身上怎么会有朱雀印的气息？朱雀子的认可，他凭什么可以得到朱雀传承？历经14代朱雀，修行之经崩溃还是头一回。此番选他，合情合理。你可愿成为封号朱雀，守护朱雀星，直至寿元归虚？不愿。得朱雀封号，便为朱雀星至尊，受万人敬仰。若成朱雀，无数珍宝任你取用，修行之途再无阻碍。若出此门，便是千难万险，稍不留意就会身死道消。留在门内，可得朱雀印，执掌一星，此生顺遂无忧，你为何不愿？我的步伐不会只停留在一个朱雀星上。也罢，人各有命，强求不得。前辈，我要如何取得自身命魂？取得命魂无非二法，一则杀灵物取命魂，不过在浩渺的灵物之中寻到自己的命魂，纯属机遇，无法强求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一命换一命。去吧。他竟然放弃了朱雀传承，一命换一命，此二人既为我生死仇敌，以他们之命换取命魂最好不过。但朱雀国亲传弟子定棘手难杀，倒不如祸水东移，暂先修好。修行之经如今无主，谁拿到它，便有机会掌控朱雀星。修行之朱雀之尊，这是天大的机缘！是我的。朱雀玄真，修行之经是我的。拿来！夺舍之法。
师弟，这场游戏现在才是高潮。老夫借前锋之命化身来此，可是要好好的与你聚一聚。朱雀星，我岂会如此轻易的空手让出？多舍吸食新传弟子血肉，填补你之寿元，师兄真是好手段。此乃天外之铁所制，必要关头拧下机关，就可以保你一命。若是在斗法时记住这同人，那没等杀敌，我怎么细干呢？换回命魂，是奇道。那同人是天外之铁所制，铁须无数载积连而成。难道说朱雀子对我自幼栽培，都是为了夺舍我？这个老匹夫！受死！大弟子，果真难杀。苍牛，你为何非要置我于死地？杀你，为我自己，也为红蝶所图。你穷途末路，受死吧！武神血剑，你忘了？老祖曾言：“此剑非灭族之日不出。”曾牛，既如此，你也可以瞑目了。剑上的血是真正的九星古神之血，剑锋竟有此剑做旁辅，杀起来还需费心出战。我傀儡只是他的障眼法，猴子才是他的分食。本来此前不想用这个方法降临，毕竟会对我的分食有一丝损害。只怪我那个废物傀儡无用至极。现在有这滴古神之血的加持，这九星之境我势在必得。1000年了，本神终于可以脱困了。小家伙，等我拿到修行之金，再和你好好算账。陀僧卷土重来，此地不可久留。以前锋之命换取命魂。换！
风啊，前方，你把我当做炉鼎之时，可曾想过今日？转！木修，云雀前辈曾授予自信炉鼎逆转之术，你自犯杀前锋，他雷神因变修为，却是成就了自信。看来朱雀魔坍塌的太厉害，司徒给的传送玉剑无意打开。王林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果然有些手段，难怪你当年不过区区结丹，便可夺得意志传承。可惜啊，挡不住啊！我与朱雀子合力都拦不住之人，竟为王林一人杀！修行之精，修行之精啊！竟能做到这一步，王林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孙魂犯所有魂魄自保之位，就还是无法消灭他的一缕分死。死吧！也不知天逆空间能不能躲过托森的追寻。这场闹剧就到此为止吧。你是何人？不管你是谁，待我脱困，必取你性命！
朱雀子，你可知错？晚辈知错，请使者大人原谅。使者，修真联盟使者。朱雀子，你妄图毁灭修心之精，此乃大忌。念在你事出有因，联盟不再追究，你就此归去吧。师弟，到最后，你还是赢不了我。师兄，我们谁都没赢，都输得一败涂地。此人总有种熟悉之感。怎么，曾牛兄不记得我了？是你。多年未见，曾牛兄风采依旧啊！莫志雄，正事在下，退下吧。莫某有疑问，还望曾牛兄解答。适才，你为何拒绝成为下一任朱雀子？原来如此，与其说是修行之精选中了我，不如说是他选中了我。王某之志不在朱雀。可惜，既然曾牛兄心意已决，莫某不再相劝。此乃修心之心，得者便为下任朱雀子。修心之心，可我听说过，我们人可以直接成为朱雀至尊。应变终极，他的修为怎会暴涨如此之多？不对，这气息是剑锋。炉鼎之躯，竟能逆夺成就自身，真是难得。身负青龙血脉，本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，可惜呀，修为尚未应变，难以服众。既如此，下任朱雀子便是。莫兄且慢，尚未应变，并非此生无法应变。王林，你此话何意？莫兄以为如何？王林，你11尊魂幡已毁，修为不过应变初期，如今我要杀你，易如反掌。若我答应成为朱雀子呢？你。曾牛兄这是改主意了？莫兄何必再问？即便我成了朱雀子，也会立刻把这封号传给他。有趣，有趣。既如此，今日起，你便是第15代朱雀子。望你在此潜心修行，好好感悟朱雀印。
先彝族，我可将朱雀星1/3的范围划给你们，但每隔1000年，你们都要送出一个9叶以上族人的头骨。云雀子，你可同意？去。多谢。举手之劳，何须言谢？曾牛兄，说不定日后在下也有虚拟相助之事，届时你可不要拒绝。这是自然。莫某现下要回修真联盟复命，曾牛兄可要与我一同出军？在下尚有事情未了。以先例凝结紫印，便可离开。曾牛兄，仙途遥长，你我定会有再见之日。我与婉儿的命魂皆已达到，再无人能左右我们的性命。11尊魂幡损伤惨重，待出去后，定要寻足够的魂魄将它修补完好。朱雀封号归属，周武太为人重情重义，我即便离开，他也会对与我有关联之人多加照顾。如此，我便没了后顾之忧。雪烈国，主人，这弯刀已经被我驯服，乖得很。这弯刀颇为玄妙，必有大用。老四，快来见过主人。见过，主人。这弯刀怪力难寻，我无法将神识刻印其上，没想到却对雪梨国如此依恋。也好，如此我便可间接操控，让其为我所用。哼，老四，走。落水无根，自夜空坠落，又融化为尘。你又何区分？很远中看不真。这1年间，先彝族退居朱雀星西北之地，从此再不轻易与修士接触。经此一役，朱雀星修士死伤大半，各国宗派多有凋零。天鹰族退兵了，天鹰族被打跑了。周武太太心知难以服众，才出朱雀幕，便立刻在朱雀山闭关。至于那紫心和柳眉，听闻逃往了星空之外。我本打算收回朱雀子拿走的3金之魂，却也不知所踪。小如儿比我幸运，有家能回，还有孝敬父母的机会。若小如儿有朝一日修炼至羽鹰期，便叫铁爷将此物交给他。临走之前，我去了雪域国旧地，北地严寒，却仍有花，凌寒盛开。最后，我回了那生我养我之地。
没被选上也没关系。然是仙人，你怕他试试回来？不要！娘，孩儿要走了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王爷，妾身再给您补一曲。司徒，该走了。来得真快。小林子，知道老子为什么要修仙吗？我告诉你，老子修仙就是为了夺天下宝物，拥天下美人。要不是老遇到打不过的仇家，逼得我不得不潜心突破，这破仙我早就不修了。司徒，我和你的道不一样。走，我们去打下自己的修真国。吃人。此乃天际罡风，越过它，你便彻底离开朱雀星了。本尊现。好，眼下你的修为已是鹰变中期巅峰。给老子战！王兄，一路走好。好生可畏呀！是啊。到天府。不错，按这个速度，还有1个月就能抵达那交易星了。哎，对了，差点忘了这个。你不在的时候，老子又去仙一族溜达了一圈，顺了一堆这玩意儿。给你拿着。多谢。哼，你要去那天运星，自是要多做些准备。看你平日与人斗法，法宝是够使的，神通之术倒不怎么样。既如此，我便教你3招。这3式杀招神通，集我数万年修道所悟而成，威力无匹。王林，老子一生就传你一人。寂灭石。这最后一招，小林子，你可看好了！
大少，我看看你学到了几成。不错不错，这下我便不担心了。若还有什么不懂的，赶紧问我。司徒，问鼎之上是什么境界？修士踏上修仙之途，皆以为这大道以炼气始，以问鼎终。殊不知，这不过是这条无边之路的第一步。在这之上，还有第二步。第二步？不错。这是当年叶无忧从修真联盟获知的消息。第二步名为碎孽三境：一境亏孽，二境净孽，三境碎孽。这三境便是问鼎之后的无上之道。你现在修为可是亏孽？哪有那么容易？问鼎与亏孽之间尚有2道关卡：阴虚阳实。修士一境只有经历阴阳2义的洗涤，才有踏入亏孽初期的资格。到了，不管你想要什么法宝材料，这交易心定都能找到。小林子，老子先行一步去抢个痛快，你自己随便转转，3天后我再来找你。希望这交易星能有修复这星若盘的材料。本以为还要多费一番功夫才能买到这昆木石，这交易星果然材料俱全，只是我所需另一物墨血液却遍寻不得。听闻这商氏店铺号称搜罗万象，应会有此物消息。来者止步！有贵人在此，什么东西？还不快滚！你！打起来了！公子救我！住手！星爪！你竟废了我的心机！兄台好手段，可否请教高姓大名？王林。王林，在下白薇。公子，杀了他！王兄，下人无礼，莫要见怪。白某来自天运星，师承天运宗，不知王兄所从何来？漂泊之人，无宗无派。既然王兄不愿说，白某便也不勉强。不日便是我师尊万年一次的大寿典仪，若王兄得闲，定要来我天运星一趟，让在下一尽地主之谊。公子请看。好贵。梅城内商氏店铺，我有墨血液。来呀来呀！真是帮我墨血液！老子又不是小娘子，你们这帮鳖孙追个什么劲儿啊！啊，墨血液，小林子，我要走了。
好好去当你的亲王，我们会再见的。哈哈，没错，老子下半辈子要好好享受，玩个痛快。仙宝，还是无限接近终极的仙宝。哎，你小子宝贝怎么这么多啊？这是操控紫仙宝的印诀。小林子，你要把这摄神车送我啊？怎么不想要？谁说我不要？哎，王林，天运星人生地不熟，万事要谨慎，但也不能坠了咱朱雀星修士的傲气。要是实在不行，就去凤鸾星找我，有老子在，谁也不敢惹你。你话也不要说太满，若是又被人拧着打，就来天运星找我，有我在，谁也不敢动。你就吹吧你！行，若是老子有朝一日落了难，就来投奔你，你可要混出点名堂来，不然说出去，老子可丢不起这个人。王林，保重。不知此生还有无再见之日。司徒，保重。王林此生不拜天地，不敬鬼神，只拜父母，唯敬司徒。这天运星的亮气，浓郁的甚至外溢。朱雀星与之根本无法比较，其上必定孕育着诸多强者。为防被看出修炼古神之体，本尊还是藏匿为好。这灵雾中似乎蕴含着一丝毁灭性波动，贸然闯入，必定会受到连锁攻击。我找天运子前辈。道友前往前去，师祖已经等你多时。我来天运星之事，从未告知旁人。莫非这天运子前辈真有通天晓地的大神通，算出我今日会来不成？朱雀星王林前来拜见天运子前辈。师尊，此人不过记名弟子，也需入门3关。为师当年无心插柳，留下一丝收徒之念，没想到区区数百年时间，他便达到如此修为，不简单呀！能被师尊看中，是他的造化。若他闯过3关，带他去紫云阁。一个废弃星球的土著，也配得到师尊真传？师尊爱才，若是这亡灵不凡，动了收徒之心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孙云师弟，看来你的紫云阁要易主了。王林要拜见师尊，需有3关之礼。
你可敢接受？有何不敢？人之关，考验道心。道心又如何考验？婉儿，原来是以道心所向，幻化出最思念的人。可人之关要如何通过呢？这关倒不难，要么静心闭幻，要么斩幻而出，都可通关。不过大师兄，你可知当年孙云选的是什么？他选择了问道。但孙云可是当年我们子宗的天运妻子，横空出世的天才。这世间能有几个孙云呢？铁柱，爹娘，爹娘，明儿要去山里一趟，就你们2个上山，不安全吧？哎，没事儿，村里好多人一起去呢。对，要是运气好，还能弄张狍子皮做个袄。哎，铁柱，你这是在雕什么呢？啊，是啊，我在雕什么？我怎么不记得了呢？我只记得，我雕的是很重要、不想被忘记的执念。而循环无数，每一世，他们都会同样的离我而去。你既已参透，为何还不破幻而出？不破不立，破而后立，大破大立，小运新生。新生，何为旧？何又为新？第84次要开始了，你真的还要继续吗？自然。此子甚佳。老夫当年耗费心血所布，人之关说是考验，实则是机缘所在。他若能在此地循环问道，道心将无坚不摧。孙云当年也不过问道67天罢了。师兄，此次留不得，要不……不管你是谁，滚出去！这以心问道，便是人之关真正的意义所在。不惧本心，方为自我；不惧本心，是为自在。吾乃地之关第10虎仙，战胜吾，汝方可前行。看来能打败几个护仙，便能体现出多少修为。
剩下的天地人关，若是再有人从中作梗，我难免身陷险境。地之关，我放弃。有些小聪明，若是你再敢往下手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身死道消。只是这样一来，你也没了成为亲传弟子的资格。住手吧！师尊有令。死吧！天之关，考验意境。身在此地，我的意境与那原本遥不可及的天道，仿佛只剩下了一掌之隔。天运子前辈竟能将天道幻化，到底有何神通？但若是在感悟意境之时受人陷害，得不偿失。天之关，我放弃。王林师弟，在下赵兴上，入门略早一些，你可以唤我大师兄。见过大师兄。师弟随我来，师尊已经交代，让你暂驻紫云阁。大师兄，不知天运子前辈共有多少弟子？师尊名下弟子皆按7色分类，单是我们子系一脉，弟子便有100万之多。这里便是我天运宗紫宗山门。像射灯一样。这7系弟子中，唯我子系实力最弱。其中缘由，时间长了你自会知晓。王林师弟，此去向西，便是紫云阁所在，你可自行前去。师兄还有要事，就不继续相陪了。你是谁？出去！在下子系新弟子王林，师祖让我暂驻紫云阁。滚！紫云阁100里之内，你不可踏入半步。天运子之令，却遭此人横加阻拦。师兄你迟迟不归，连你的紫云阁都有人来抢了。但只要师妹还在，定不会让他得逞。3关之内有人试图陷害，可3关未过，却又依旧让我入宗。如今紫云阁更是有人把守，以天运子的神通，这一切他定然知晓。他既选择作弊上官，便是存心在试探我的虚实。没有长老允许，是谁在这里开辟洞府？给我出来！我2人乃紫宗执法长老，限你在1炷香内将此地洞府毁掉，否则的话，本规处置。洞府虽毁，但你违反门规在先，随我们返回宗内，自有人为你讲罪。你惹错人了。王某本只想潜心修炼，但也耐不住旁人再三挑衅。王林，你敢对执法长老出手？一定罪！
在，给你家爷爷站好了。你要是敢动一下，我就削掉你的脑袋。公子，公子。紫云阁原本是谁在居住？千年前，紫溪一脉出了一位天纵奇才，此人名唤孙云，所居之处便是紫云阁。100年前他叛逃师门之后，紫云阁便空了出来。这孙云与我又有何关系？本无关系，但师尊大人一生收徒7系，那些7位亲传弟子中，只有1人可得始祖尊者大人真传。他们被称为天运七子。师尊大人曾放话说，下一个居住紫云阁之人，便是新的天运七子。原来这才是那些人对我抱有敌意的真正原因。我都告诉你了，放我一条生路吧。既隐忍不可安生，那便闹个天翻地覆，让所有人知晓，我从不是可欺之人。从今日起，此阁改名紫灵阁。黄林，我便是死，你自己听啊！受人摆布还不自知的蠢货，住手！果然来了。3个应变中期，1个应变后期。王林师弟，你才刚入宗门，怎能逼死你50级，行同门相残之事？大师兄，不用和他废话，我来替师尊清理门户。坏我机缘之人是你，废弃星球来的土著，死前便让你知晓真正的神通——星术邪魔体。化合之。土著修士怎可能有这般神通？好霸道的意志！目无尊长的狂傲小辈！这人说，我不过刚刚入门，却遭遇诸多祸事，未免太过巧合。能指使同门弟妹勾结长老的，唯有大师兄你可以做得天衣无缝。大师兄莫非担心那妻子之位落于我手，便对在下动了杀心？心口似火！到底是何物？好一尊天手！见过师尊。老夫当年在朱雀星看到你，本只打算收你做100年记名弟子，如今却是改了主意。你可愿拜我为师，修天之大道，成为我天运子紫系一脉的真正弟子？弟子王林，参见师尊。想必你身边定有一魔修，这才让你沾染了些魔道气息。弟子身边确有一人，不过在途中已经分开。无妨，
在为师眼中，没有正邪仙魔之分，有的只是一切随性而为。天运，天运，这世间一切均是天运而定。只要心存道心，大道万千，均可修。弟子谨遵教诲。3个月后便是为师大寿，到时候我会借机宣布收你为徒之事，你做好准备。天运相修之术法诡谲，宗灭关系错综复杂，比之朱雀星又危险得多。即便天运自也收我为徒，但对于子系内外，仍不肯掉以轻心。万年寿宴之时，整个天域星界周边大神通之人都会来此。师尊既要当众宣布收亡灵为徒，他究竟有何过人之处？这天运七子的分毫，我已经等了2000年，又怎可能拱手让于你？老二周晚修为受挫，注定无缘争夺。老三白薇阴阳不定，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老四赵新梦修为虽高，但我自有办法拿捏于他。老五今夜被师尊责罚，送去天域闭关100年。老六陈涛虽已达问鼎，但1000年前的一战现不知所踪。唯一的变数就是亡灵。白日里我就发现，七师弟的修为比在交易星初见时低了不少，需要法宝神通才能扛住阴变中期一击，这是何故？无可奉告。没关系，秘密越多，越是迷人。不知三师兄深夜造访，所为何事？你的衣衫腰牌等物都未领取，我特意为你送来。多谢。这紫松你并不熟悉，不如让师兄为你介绍一番。不必。啊，师弟，你就不想知道大师兄处处针对于你，那天运七子的身份究竟何为吗？每隔1000年，天运宗便会举行天运七子封号之战，凡有位置空缺或有人挑战，皆会开战。2000年前，赵兴煞败入子系，那时便已达阴变后期，却在封号之战中被后来的六师弟陈涛所伤，修为大跌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陈涛成为天运七子。但赵兴煞并未放弃，硬是闭关1000年，准备一雪前耻。可在上次封号之战时，又冒出了一个七师弟孙云。赵兴煞和陈涛二人双双落败，孙云则成了新的天运七子。3个月后，又是封号之战，孙云已叛逃师门，子系天运七子之位空缺，而陈涛也在败给孙云后外出历练，1000年间音讯全无，生死不知。所以此次大战，你便是他最大的敌手。封号不过虚名而已，何须如此抢夺？虚名？天运七子的身份贵不可言，天运七子可以在天运星甚至星外星中任意选取一国之地，作为单独的修炼之处，仅此而已。除此之外，师尊还会在问鼎时出手相助，可将问鼎成功的希望提高30%，并为这7人提供无限量的仙玉。
你不心动？如果你不在乎虚名，不在乎问鼎，不在乎仙域，那仙术呢？只要连续3000年坐住天运七子之位，就会获得一个完整的下品仙术。多年前，我从叶无忧那里得到了一个下品仙术残卷，修复无果，只能粗浅模仿，这才领悟出了我刚传授给你的3式杀招。残卷便能有如此威力，若是完整的仙术，其威力简直无法想象。唉，自仙界崩溃之后，仙术大量失踪，就连残卷都很难寻得了，只能看运气。下品仙术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？少一个竞争对手，岂不更好？我成不了天运七子。你现在是子系唯一能在封号之战与赵星煞匹敌之人。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不让赵星煞如愿，如此才可报复他当年对我所做的事。抱歉，刚刚有些失态。今日我就不打扰，若是有事，七师弟可随时来找我。百威与赵星煞的私怨我不在乎，但若真如他所说可获得仙术，那这天运七子之位，着实可以争上一争。天运宗底蕴着实惊人，亲传弟子竟可每月领取仙玉，用作修炼。不枉我横跨星空来此。弟子见过七师祖。此人身上有一股隐藏极深的剑意，你的飞剑可否借我一观？啊，自然可以。是周易前辈的剑意，当年他坠阶剑尊凌天后而走，100年音讯全无。这一丝剑意怎么会出现在此？这把剑从何而来？回七师祖，此剑是弟子在山下方室内获得，就是个寻常之物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此剑之上有一丝故人剑意，我且收走。作为交换，这玉简给你，你将其内的18道剑质拓印在任何一把飞剑上，都可使得其威力增加数倍。多谢七师祖。我此次前来，是要取仙玉。七师祖，请。子系一脉第7子，已有103年未取仙玉，共123600块，你可要全部取出？是。仙玉，谢死！这意外所得的仙玉，倒是几个修炼仙气匮乏之位。禁术挪移。四师姐的挪移神通，真是让王猛大开眼界。若老七看中这个神通，待一切事了，我传你便是。今日我也是受人之托，请见谅。
叶，你就在此处闭关静养，待时机成熟，我自会放你出来。蓝宗一脉排行第3，司马如风。王离师弟，在下对你的名字有所耳闻。此人比四世界修为还要高出一些，应该是应变后期大圆满。此人虽未到问鼎，但也已半只脚踏入。你就这么怕我参加封号之战？我本未将你放在眼中，但昨日一战，不得不承认，你是我在子系中唯一的敌手。大师兄，当年欠你的人情我已经还了，从此以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出手吧，各位！我连夜为你布下的阵法，你可还喜欢？老七，我劝你莫要白费力气，待师尊寿宴一过，天运七子之事便可尘埃落定，那时我自会放你出来。此阵应变初期虽无法破开，但中期却未必不行。只要能在3个月内达到应变中期，就有机会逃离此地。想阻止我参加封号之战，我岂能让你如愿？赵兄，别来无恙，别来无恙。快请入座，待寿宴开始，我们可得畅饮几杯。一定！你们看，好吓人的车！是啊，是烈前辈吧？见过师叔。师尊的万年寿宴，我定要好好表现，结识各位修士大脑。待我成为天运七子，修仙之路必将一片坦途。天运，这是寿辰之礼。老夫已活了数万年，这寿宴还何须贺礼？诸位不远万里亲临此地，便是最好的贺礼。天运七系皆已设宴，诸位请入座。司徒曾说，修为越高，
三式杀招的威力越大，我倒要看看这阵法能撑几世几夜。法魔。 不过如此。曹一等，去天运宗的路，你可知晓？是。今日是师尊万年寿宴。 明日师尊也会现身讲道。我子宗这几日若有什么招待不周之处，还望各位海涵。我听闻讲道过后，便会定下子宗的天运七子封号。我看赵兄胜算很大呀。哪里？还有呢。 最大阵仗，我可是来者不善，何人敢闯我天运宗？怎么可能？短短3个月，他不但脱困，居然还达到了应变中期。老七，师尊寿宴这等大事，你却姗姗来迟，太失礼了吧？他是子宗第7子，师尊寿宴竟然迟到，如此因为就是大师兄，自我入天运宗，你便处处针对于我，如今更是变本加厉，竟在师尊寿宴前借外力逼压，将我挪移出子宗，困在石林之处。我王某行事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斩草除根。 我王某行事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斩草除根。侮辱尊长的小辈，我天运宗大喜之日，岂容你放肆！突厥！ 2次反我，不杀你，便不是王某。无业，老七，今日是师尊寿宴，这么多道友在场，你莫要胡来。我子宗一脉内部之争，非我天运宗之人，又怎会多事？老七，归位。 子系之争不在今日，在不在今日，你说的可不算。大自在天地诀。这大圣之，不敢杀我，可不能杀我！王林，你该看自传弟子了。是。轮到你了。哼，王
陵屠戮同门，坏我门规，执法长老何在？今日谁拦王某，便是王某之敌。你们，老四，欠你之情，3月前我已还清。若要我出手，给我一个理由。好，好。不想这么早用这术法，但今日你我2人被决一死战了。师尊竟将妖灵种在他体内，好生偏心。神车开！还不给老夫住手！打什么打？害得老子的酒都没喝完。相公，师烈师说，叫师说也没用，你体内妖灵才运化就强行驱使。你师父说了，那天运七子之争也别参与了。不可能！我苦修多年，就是为了……弟子遵命。小家伙，方才若无妖灵，你已然胜了。不错，仔细天运七子之位空悬，你师父可是对你寄予厚望啊。今日子松几个小辈打闹，坏了各位雅兴，还望莫要见怪。明日便是我师兄天运子讲道之时，还望各位各有所得，不虚此行。那虚影唤作妖灵，却与古神神通颇为相似，到底是何术法？老西，看来天运七子封号非你莫属，此杯就全当是为你提前庆贺了。此乃我曾答应给你的挪移之术，原本打算师尊寿宴事了，再将此物交于你。这玉简内除却挪移之术外，还有师尊所创的仪式禁法，一并送与师弟，全当为月前之事赔罪。加油！后生可畏啊！我敬你一杯。
这大脑抑制术果真玄妙，万里之途转瞬即至。那御剑之上所记的第二种剑术——九转炼仙诀，竟能将这普通的仙力转化为金仙之力。我苦苦运转5个时辰，也不过3转之术。可惜2种仙力不能相容，只得将其输入左手之中。传道之日终于到了。实力不济，看来果真如此啊！小点声。晋升。应变后期，应变大圆满，半不问鼎。这天运星仅仅是这些弟子，随便一袭，便可横扫朱雀星。天运子，苦修数万载，略感天道。此番论道，愿将修炼所感与诸位一同体悟。没想到你竟分身前来，荣幸之至啊！10000年大寿，老夫岂能不来？这小雕来得匆忙，没备什么好礼。我知你喜欢七色，这把中上品的仙器，颜色金黄，该合你心意。鲲鹏子，你今日修炼精进很多，此剑便送给你吧。谢师尊。你这脾气，真是一点没变。果然是星痕雕。星痕雕喜爱古神，难道是闻到了我身上微弱的古神气息？天运之道，玄妙无穷。诸位道友，有惑便提。天之术乃久久归元之运，修道的第一步，从凝气一步步修至问鼎，即为修。修道的第二步，乃阴虚阳实，岁孽三境。这步是修与道之间的过渡，而第三步，方是道之真谛。可惜无处追寻。天运之道，若运机至，一切可成；若运机未到，万载修行，终成黄土一抔。若天运子所说为真，我此时连第一步都尚未走完。可是这第三步，是否真的存在？王林，你有何疑惑？回师尊，弟子确有疑问。讲。修炼一途，常有3种手法：修仙、修真、修道。为何师尊只称其为修道，而非其他呢？好问题。
仙已不在，修仙之说源于远古。那时的仙界乃是修士的圣地，因此有修仙一语。修真的真乃真相之意。自仙界覆灭后，修士好似无根之木，孤独漂泊，因此产生了修真一脉。而如今，仙真都成了过去，我们追寻的是道，可这种道并非天道。修道者修的怎会不是天道？那何为道？修道之道，乃是道路。因不知第三步为何，所以找寻一条通往第三步的道路。这便是修道之道的一种解释。王林，你可解惑？弟子怀疑，是否真的有第三步存在？3万年前，我曾见过一人，已然踏入第三步。可惜此人不过昙花一现，此后再无音讯。师尊，弟子也有疑惑。师尊，弟子有疑问。3日讲道，诸位可还满意？天运老儿，你大寿之宴，怎可不邀我一句？徒儿们，出来见过你们天运子前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天运老儿，那不欢迎老夫？怎会？老夫本准备施展一次中品仙术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今日我便以你为仙术的施展对象，让在座的诸位观摩一下，可好？有何不可？诸位道友，此乃中品隐仙术，乃昔年仙界之人助我辈修士前往仙界所用。诸位可要看好了。天门开！隐仙术，这天空似有怪力在牵制我体内仙力，这进仙之力竟不受影响。引渡。天宇，你。吾乃仙界天宇使者，来此度下界修士。天运老儿，仙界已灭，你这隐仙术，到底将我徒儿送去了何处？天尊莫急，3日后他们自会归来。届时我还要向你借几个弟子，问问他们都看到了什么。
哼！麒麟，回！天运老二，3个月后，东汉妖灵之门，带好你选的人。老夫还有一事，烦请诸位做个见证。我天运宗7系弟子中，唯有皇子2系尚没有天运7子封号之人。今日，便是这2系弟子诞生天运7子封号之时。你们可准备好了？我天运宗7系弟子中，唯有皇子2系尚没有天运7子封号之人。今日，便是这2系弟子诞生天运7子封号之时。你们可准备好了？宗门鼎盛，弟子强横，但以天运宗底蕴，怎会没有一位弟子超越问鼎？弟子自知修为尚浅，不足与师兄争夺封号。弟子放弃。弟子仍需苦修。弟子惭愧。弟子弃权。弟子实力不济。多亏这些年来耗费手段，打通各位师兄弟的关系，就连大师兄也答应让位于我。这7子之位，今日终归我手。天运7子全身头天，更有获得仙术的机会。这些核心弟子怎会如此轻易放弃？运道子，师尊大人，2师弟修为高深，又新获师尊仙气，理应成为我皇系天运7子封号者。弟子愿弃权，为2师弟护道。天运7子，乃是我天运宗身份的标志，也是我天运真正的嫡系弟子称号。若你能维持称号1000年，为师便传你一道仙术。鲲鹏子，你可能做好？弟子谨遵教诲，定不辱天运之名。闭关数年，感受此故。实力强悍者却不争不抢，反而露出一丝恐惧。谢师尊。莫非这7子之位另有玄机？接下来，便是我天运子系一脉出现7子封号之时。王林、赵新梦、白薇，你们3人可准备好了？弟子弃权。老季，若是我在弃权，你获得此封号也未免太简单了些。你我一战，就在今日。4师姐之前从未有过争抢紫薇的举动，眼下怎会主动向我邀战？若是天运7子存在疑点，他定然有所察觉。弟子弃权。为何弃权？弟子修为不足，无法与4师姐抢夺。王林，弟子自知修为尚浅，弟子愿弃权，为2师弟护道。刚刚的感觉，我的一切在他面前仿佛一览无余。我的弟子不应是懦弱之辈，莫要被人蛊惑，生起无端杂念。我给你半炷香的时间，认真考虑清楚。若执意放弃，我不再相劝。
年孙云之后，能让师尊开口劝慰的弟子，只有这王林。此刻忤逆天运子并不明智，即使妻子之位另有玄机，此战也在所难免了。弟子定全力争取。老七，开始吧。师姐之道，乃是妖以道。世间神通，我只需看一遍，便多多少少可以模仿一二。此术，乃是我模仿你当日使出的化魔指所创，我称之为紫魔手。化魔指。好神奇的魔技，妖引道的模仿果然还差了些火候。老七，师姐不与你抢那天运七子的封号，但这异化之后的魔力，可得归我。师姐费这些心思，引我使出化魔指，不过是想要其中魔技。你若直接告知，或许师弟并无反感，可此刻却是不可能了。收！老七，我只要你一丝魔力，此事关乎重大。你若答应我立刻弃权退出；否则的话，这个忙帮不了。罢了，你不使用化魔指，又能撑过几招？九转炼心诀，此术修炼极为艰难，我前几日才教给他，这短短数日，他怎可能练成？师弟，三转之力对我没用。现在是五转。此子是否真的是符合我运道之人？当年的他曾给我留下一句话：我之道乃天运之道。只有寻找符合我运道之人，我方可有踏出第三步的可能。3万年来，我已经失败了无数次。这么做到底是对是错？你是否还想看看我的6转金仙之力？我还是小看了你，老七。师姐弃权。新洛师姐也提不过吗？王林定有其过人之处，天运七子的封号竟落入了一名新弟子手中，太险了！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拥有七子封号啊？这倒是，此人的修为必是问题。弟子陈涛拜见师尊。陈涛，当年若非孙云横空出世，子系一脉的七子之位，恐怕会一直都在这陈涛手中。你能赶回来，很好。弟子原本不会耽搁，但在路过黑墨星之时，发现了一件宝物。弟子见之欣喜，想要给师尊献上，这才有所拖延。是何宝物能让你看中？弟子见黑墨星上3只上品荒兽被他厮杀，心知此物必定非凡。只是弟子见识短浅，不知它到底是何物。此花名为七彩琉璃光，10年生根，100年散叶，1000年起光，10000年方可开花一次。在第7次之时，才能散发出七彩之光。
在修真联盟内，此物排在天才地宝第93位。孙长老，老夫此言可对？没错，此物正是那七彩琉璃光，天运道友的高徒，令人大开眼界。好，此礼为师便收下了。师尊，弟子此番回来，是想重获天运七子封号，还望师尊成全。你二人中的胜者，便是子系一脉的天运七子。你给我弃权！这术法不是这样用的。唯有在问鼎期手中，此术才能真正成为就专利先驱。这点修为，不配做我的亲师弟。魔一，挪移，借力打力，倒是个能伤问鼎期的法子。这等手段难有作用，在老子面前耍小聪明，没用。魂兽，现！吞了他！哼，龇牙咧嘴的畜生，我来耍耍！射神车，第5封印，结！这是。有点意思。今日与问鼎一战，借着挣脱这手虚无魂兽，反倒减轻反噬，成了打开封印的最佳时机。假以时日，无道封印全数打开之时，不知射神车的威能将会如何？好，痛快！收服此兽，你已经有了成为我师弟的资格。你还没有成为我师兄的资格。这就是打你的一些废石，但只要把你填住，也是一样。你且看看，我有没有资格？王林，可敢借我一战？有何不敢？这最后一式杀招反噬极大，不到应变后期，不要轻易使用。若想从心所欲的用出，还得等你问鼎之后。王全之。这只怎么跟之前遇到的一个疯子使的一模一样？生死轮回易经。来得好！应变期，居然能以问鼎战成这种局面。是时候了。师尊，弟子弃权。等你问鼎之时，你我再战。老七，你二人都是为师弟子，莫要相互记恨在心。陈涛，你既然胜出，便是子系一脉天运七子封号者。你并非第一次获得封号，
自行感悟吧。谢师尊。天运七子背后，应当另有隐情。真正搞清楚这经世来源之前，不可贪图此位。所幸这陈涛赶回，如今我全力迎战，败于问鼎，既不会得罪天运子，亦可免于成为七子之一。诸位，老夫万年之寿告一段落。诸位道友若无要事，还请在我天运宗多留几日，以此论道，相互印证道果。恭送天运子前辈。王林，随我祭拜祖灵，随后为师传你禁法神通和保命法宝。从此，你便是我天运子真正的弟子。谢师尊。王林，此地如何？此地寒气逼人，若是修习寒性功法，事半功倍。就这样。此山通体漆黑，就连上面的降雪也是黑色，但这黑色雪山并无寒气，与中间白色冰山的气息相去甚远。哦，继续。此方更为诡异，弟子隐约在上面感受到一丝生机之意。虽说世间万物均有生机，但一座山宛如活物一般流露生机，弟子从未见过。只有这些吗？不够。师尊，这两侧山峰是假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此子心智过人，意境更是有趣。我这真幻之法，竟能被他凭借意境，以应变修为看出端倪，实在难得。天运子修为通天，若非古神迹，我断然无法识别出这山峰真伪。看着天运子反应，或许他还无法看出我识海中的古神之意。王林，为师在上面等你。此峰百步之下，以你修为渡过不难，而峰顶百步，就要看你造化了。这最后百步，被为师称为最仙之地。此峰百步之下，以你的修为渡过不难，但峰顶百步的碎仙之地，能踏出几步，便看你的造化了。此地寒气竟可化形入体。既如此，那便以寒意破之。哦，有趣。此子修仙短短700年，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不过即便如此，以英炼中期的修为，能踏出10步，便是极限了。11步，更
后期的修为，最终踏出了26步。王林，你能踏出几步？22步。王林，你的表现让为师很惊喜呀！以你鹰变中期修为，这却也是你元神能承受的极限了。我之意境来自生死之道的感悟，因此到膝上便是最难实质化的。踏入鹰变以来，我苦苦摸索，始终无法突破。今日在这最仙之地，我以前22步为基础，踏出最后的斗之5步，以心问道，意境入体。打问心之境，27步也是极限。若再相见，全身修为恐将崩溃，元神不保。王林，上来见我。当年老夫途经朱雀星，见你感悟化神，起了一丝爱才之心。27步，王林，你果真没让我失望。老夫一生最喜七彩之光，配合此地黑白2色，9色炫目之下，才是世间最美之处。王林，跪拜。老夫一生信仰便是天运，今日在此9色之光下，收你为子系第7弟子。王林，你可愿成为老夫的弟子？从此遵守门规，专心修行，印证道果。师尊不负我，我便不负师尊；天运不负我，我便不负天运。这是弟子王林的承诺。现在，老夫传你禁法神通，你想学何种？师尊，弟子想要选择生存之术。哦，你要如何生存？但有一口生机，便可抑制存亡，求证大道。哈哈哈哈！此类神通，为师没有。罢了，你选择何种，全凭自身运数。问你，倒是为师落了下乘。你之运非问而出，全凭机缘。3600道禁法神通，尽在其中。你自己挑选去吧。天运子所言非虚，这里的确有3600道禁法神通，对应3600星辰之位。
修转炼仙诀，力量强横，进法，心魔体，功法之为不可小觑。七彩神通，威力着实惊人。可惜，这些都非我所求。灰袍，天韵子信奉七彩9色为尊，怎会有灰色？此人相貌似乎比如今的天韵子更年轻几分。这灰衣人竟不在3600星位之中，可他又与此地相连，局外之术，或许正是生机所在。此人一动不动，气息全无，实在古怪。与其猜测，不如一探虚实。杀气！正是。天韵极少让人来此挑选功法，他让你来，恐怕是为了我。前辈，这是何意？轮回！哦，这一境不错。天韵让你来此，不外乎是想试探我，是否愿将杀戮仙诀传给你。杀戮仙诀，乃模仿一不知品的仙术而出的术法。与你的生死意境算是匹配。你若答应日后用杀戮仙诀出手，不留活口，我便传你。我不许。哼！此乃杀戮仙诀所化的生之烙印，此烙印越多，防守之威便越强，可护自身不灭。在这七彩之地的术法中，算是顶尖。你当真不要？为何是我？你是天韵送来的第6个人，老夫不喜欢其，但又与天韵有承诺，不愿再与他僵持。学与不学，哼，自行决定。杀戮仙诀，不错。敢问师尊，这灰衣之人，莫要多想。那不过是为师当年为参透阴阳虚实，强行分化的第2元神。他所修杀戮仙诀，正合你所求的生存之道。此戒乃子芒所化。可当问鼎后期修士，全力一击2次，但切记，触犯门规1次，收回一击之力。
触犯2次，此宝便失其效。仔细老二便是因触犯门规，耗去一击之力，方被你得此良机。今日赐你此宝，莫要重蹈覆辙。谢师尊。师尊，弟子想下山历练。我天运弟子下山，唯有担任使者一途。你便持此令牌，去5级修真国灵月国吧。3个月后，东海之外，独山之角，妖灵之地开启，你莫要迟了。弟子遵命。当务之急，便是寻一处可杀戮之地，修炼这仙诀。真是那新晋的子系老七，不枉我等早早在此恭候。老夫天台见过使者大人。这地清可有妖兽聚集之地？地魔北界聚集妖兽无数，有相当于问鼎的荒兽存在，但中心位置30万里内为禁区，不能轻易踏入。王某虽是使者，但却不会去管任何事情。你们平时怎样，便一直保持就是。失败了。这杀戮仙诀的神之烙印，到底要如何凝聚？文寿，送你了。你倒是吃了个痛快。难道是化神妖兽修为不够？神之烙印的修炼，需凝练更强的杀气。百利妖精果，足以炼制一柄绝世神兵了。这妖精果是我们师门历经数年，牺牲了数个长辈才探查到的。而今这妖精果有百利之多，我师门应得一利。笑话！大罗剑宗的东西，谁也别想染指。杀我师兄，灭我师门寻宝小队，这就是你们大罗剑宗的大派之风。有妖兽。是九灵虫，剑锋之阵，开！不行，数量太多了。这些灰气有点意思。在屠司的记忆中，此果乃无形元金所化，其金灵根可补幼年古神之体。这妖精果是我大罗剑宗之物，没错。阁下若强，与整个剑宗为敌，你可要想好了。哦，大罗剑宗。
那还真有件事找你们问问。当年灵天后从宇之仙界归来后，身后那道剑魂，现今在何处？说。天运宗，仔细牢记，你是王林。此事是我大罗剑宗机密，说出来定然性命不保。纵然你实力强横，可我二人手握大罗剑宗剑宝，说拼死，说或者死，欺人太甚！大罗剑宝，天鬼盾。灭之！只用一式，便破了吕兄的天鬼盾。受死！元神离体融于本命法器，功法倒是有趣，但荧惑之光，岂敢与皓月争辉？仙剑！文少，我都有，我都说，我还可送你一神通，能借处子快速疗伤。你入妖灵之门一定用得到。还有。这女子千琴尚是处子，你一同拿去，只求你放我一条生路。当年那剑魂到底在何处？当年剑尊与剑魂一战，持续了10天10夜，最终剑魂被剑尊打散，一半化为零星剑意散落各处，而剩下一半，则被剑尊封印，压制在了东海妖灵之门的潮汐深渊。周易前辈的剑意，看来是因剑魂被打散，才附着于普通宝剑之上。道友，可以破了！圣之烙印成了。金属性浓郁，却无法被天逆柱吸收。吃吧。我们宗门辛苦寻找数百年的至宝，竟被他为了妖兽。想必文兽破茧而出时，实力定会大增。我也算占了你的机遇，你离开吧。多谢前辈。生之烙印凝结出3层。杀戮仙诀算是小有所成，
周易前辈对我有恩，此居妖灵之地，定然要全力相救。若能在秘境中寻到增加金属性之物，让天地珠圆满，想必对婉儿也会大有好处。谭郎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我来是要送你一桩天大的机缘，到时你想压天元老儿一头，便易如反掌。哦，数万年前，修真联盟曾发过一个通告，悬赏寻找一枚珠子，若能找到，便会赠送一套上品仙术。你身上的暗伤与那珠子有关。当年为那珠子围攻2代朱雀，本以为此行不过探囊取物，谁知对方实力竟如此强横，竟生生杀出血路，寂灭之。至此，再未寻到踪迹。当年之事不提也罢，是我修为不足。不过若是剑尊出手，定然手到擒来。要我帮忙可以，但在此之前，你要为我做一件事。妖灵之门即将开启，我要你随我剑宗12弟子一同入内，护他们周全，直至他们完成我交代的任务。王兄，在下学院派少宗主孙云山，特在此等候。有劳。王兄请。胡闹！别！你这丫头，不知道那地方有多危险。若非父亲有令，我自己都不想去。王兄见笑。这是舍妹孙若楠，这位是天运子前辈的嫡系弟子王林、王道友，还不快拜见？若楠见过王大哥。孙兄刚刚说自己并不想去，这是为何？也不怕王兄笑话。这妖灵之地，危险与机遇并存，就怕有去无回呀。每隔5000年，天运行东海便会以一股奇特的潮汐之力，将天地间无主的宝物从四面八方吸入东海之内。长此以往，那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聚宝盆。张兄，这次你是不是要进去了？哼，我可不进。不过5000年一次的奇观，还是要来开开眼。听闻诸多大能修士都会来。这是血族之女，她父亲姚星海独占一颗星球，修为通天。据说血族一身功法尽数传给了这姚希雪，听说还为他逆天改过命运。便是天运子的新晋弟子啊！刚入天运宗就被天运子前辈钦点前往妖灵之门，着实不简单啊！哇，好多人啊！此人修为一般，也并未有什么出奇之处。父亲为何让我对他多加留意？
这是灵天后姐妹。天运尊者曾邀灵天后等豪杰进入其中寻宝，前2次均平安归来，但唯独第3次，出来的人却不足半数。自那之后，灵天后便与天运分道扬镳。这么多年，2人始终闭口不谈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只是留下一句话，说这东海内有古妖存在。从此，东海变成了天运星的禁地之一，有几大宗门轮流看守。念在里头的宝物太过富饶，如今作为了一众天骄弟子的试炼之地。柯宗已有约在先，问鼎以上的弟子不得进入。万谢天运子前辈，见过天运尊者。弟子王林，参见师尊。这5000年一次的盛世，你且看好，潮汐之间，说不定就有你的天运所在。是。哎，怎么，你认识子子？不认识，但他身上有种熟悉的感觉，也许是某个故人之后。好强的天地之威，开始了。幽灵之地内，到底藏着何等神通？法宝、神圣、灵丹妙药，全都是宝贝。天金土、琼荷叶、水墨石、灵犀角，都是屠死其中几下的灵气之物。天运老二，那莫非是？收回神识，此物伤及本源，不是你们这些小辈可以查探的。以他2人也在关注其中之物，或许现在出现的才是真正秘而不宣的宝物。如此大威能，这幽灵之地定藏着更大的秘密。此人修为虽然不高，神识却能闯入这诡异的漩涡，的确不容小觑。灵之门已开，速入！使我此道剑气，走
为你等12人保命神通。去吧。真如你所言，此次潮汐，居然真的被我们等到了那最后一块令牌。非我所言，事由天命。取，还是不取？当年我们损失惨重，如今想要取得令牌，还要准备充足。不妨200年后，我们再一同入妖灵之地，取回令牌。既如此，那便200年后见。我这弟子王林，的确是个机运之人，就是不知他的机运还有多少。此界仙力怎会如此稀薄，竟与凡间无异？眼下我对此地一无所知，应先找个能问询之人才是。找到了。终于拿下你了。这阵法玄妙非常，竟能隐藏一切生机。不过，却不似修真联盟修士的手笔，像是上古时期修士所为。就是他！此地为何处？这镇守护的又是何物？我不会说的。你说杀我，后阳族长不会放过你。在下王林，请谷中画事人出来觐见。外来者，归还我族之人，离开我的部落。莫要再靠近，你所求之物不在此处。我所求之物。假身。这阵法之力既非灵力，也非仙力，却堪比古神境之有趣。还以为你有多少手段，也不过如此。受死！万变不离其宗，再复杂的阵法，也不过是禁制符文的组合，只要不断推演，便能化解。怎么可能？上仙竟能破解此阵！上仙饶命！欧阳华知错了，此阵关乎我全族性命，望上仙体谅，莫要毁去。
们并无半点先例，却能驱使此等大阵，实在怪异。山谷之中，究竟是何玄机？大宝、小宝，快回家吃饭啦！竟全是凡人！啊！稚子无状，望上仙莫要怪罪。本以为此等强悍阵法内定有机缘，原只是一座凡人村落。玉瓶内有几十粒丹药，有固本培元之效。王某叨扰，这便离去。上仙留步！今夜是妖灵之夜，眼下夜色将至，上仙若不嫌弃，便在此留宿吧。是啊，妖灵之夜。每逢月圆之夜，妖灵之地蛰伏的所有妖灵便会鱼贯而出，猎杀目之所及的一切活物。长此以往，人们便将这天称为妖灵之夜。据传，无数年前，一位上仙带着我族先祖定居于此，布下这护山大阵，才使我们免于妖灵侵袭之苦。黄龙掌门，您怎知黄龙上仙名讳？莫非是相识之人？不，我所认识的黄龙不过筑基修为，与这画中人绝非一人。我还有疑问，你曾说此地并无我所需之物，究竟是何物？此物与我全族性命攸关，若被人强行夺走，族人根基受损，甚至会虚弱而亡。是以，老夫与族人才会对上仙再三阻拦。不过，若上仙还有先前所给的丹药，用以滋补族人损伤的根基，我族愿将上仙所需之物奉送。这些可够？够！多谢上仙。外来者的丹药，在妖灵之地千金难求。上仙，请随我来，我这就带你去取。这波动不是仙力。上仙慧眼，这并非仙力，而是妖灵之地独有的妖力。你所求之物，便是这集妖力所成的妖精。难怪他身上分明全无仙力波动，却能启动那护山阵法。此处的妖精，定然就是妖灵试炼的关窍所在。我要在此修炼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熬过今夜，一切平安。今夜妖灵似乎格外猖獗，若大阵无法抵御，他会出手相助吗？队长，今夜的妖灵之力怎会如此强大？高速，这么快！
藏头露尾之辈，滚出来！修为不错，竟能发现我的存在。你是大罗剑宗之人，念在你师门面上，交出妖精，饶你不死。竟就不只是罚酒，寂灭值。这招数恐怕就是天运子寿宴那时。你是天运子新收的弟子，死老七王林，此人可占问鼎。早知是他，断然不该去招惹。你跑不掉。纵然你贵为天骄，也不过应变中期修为，你分寸尽失了。佛系天魁第4尊。伤元魂，使出禁术，你的死不冤。魂魄，来得好。能让坤极边进化，这天鬼的本命之火，倒还真是自我之物。穿上元神的法宝。恭迎上仙归来！恭迎上仙归来！借你们后山一用，若无要紧事，莫要打扰。从今往后，后山视为禁地，不得擅闯。此为族规，违反者驱逐出谷，自生自灭。是。我天鬼道之人有鬼灵护身，你若杀我，我师尊鬼真人定会为我报仇。即便是天运子，见我师尊也是平辈相论。王林，你要想清楚！敢对我用搜魂之术，我师尊定然不会放过你！这妖岭之地共分9郡，每郡各有一妖帝坐镇。1郡之内城池过百，由妖帝麾下8位妖帅统领。而9郡之分，是因此地共有9个古妖之灵，由各郡分别封印。而融合古妖之灵，才是外来修士的真正目标。古妖之灵，乃天地自然运化而出。若修士与之融合，不仅修为暴涨，还可获通天神通。罗云记忆中竟有传闻，与古妖之灵融合之人，有极小概率能进入一种名为神之使的境界。神之使，莫非是使境？这3境都应是灵力与神识的转换。
若能取极境之死，再能有始境之生，我的生死轮回之道，或能有大成之日。现在想这些，为时尚早。据罗云所记，唯有拥有足够的妖力，且立下赫赫战功，才能获得古妖之灵的进献之机。此地所属天妖郡，离此处最近的便是古妖城。罗云入侵山谷，是为夺取谷内的1甲妖精，与他的2甲妖精融合为3甲，便可获古妖城入府资格。再以低阶的府兵身份，参与进攻吞并其他妖郡，慢慢积战功，引军衔。这怕也是大部分外来修士所选之路。但过早入府成兵，难免受制于人。既如此，莫不如教化此地居民魂幡之术，先拥有一股属于自己的力量。真梦是我的，让我玩会儿嘛！求你来追我！都给我站住！谁让你们上这儿来的？快走！不要扰了上仙清修。知道了。哎呀，上仙已经3个月没有现身了，也不知到底在做什么。魂幡之术上手较为容易，适用于做教化此地居民的法术神通。此地虽没有灵力，但若能以妖力修炼此术，说不定会另有收获。进去。这以钢木兽皮制作而成的魂旗，虽无法与真正的魂幡相提并论，但胜在制作简单。山谷居民以此自保，不成问题。不过经改良之后的炼魂术所炼化封印的魂兽，无论对方积炼多久，只要我心念一动，便可被我操控。这山谷的力量越强，我掌握的魂器也就越多。如此一来，我还可趁机看看能否修复尊魂幡。一旦尊魂幡修复，便有更大的把握，最终获得古妖之灵。上仙，您的意思是，要将这功法传授给我不成？不只是你，此地所有的居民，今后都要修习此术。上仙，此物晚辈只听闻过，不知道如何使用。贴在眉心，平心静气感受此物。这什么也没有啊！筋脉阻塞，资质不佳，难怪感悟不到。凝神，忍痛。晚辈看到了，此内是炼魂口诀以及魂旗炼制之法，你要仔细记好。从今以后，要交给此地所有人。欧阳华，此生不忘上仙之恩。快！哎，都小心点儿！哎呀，这边！放这儿！那你小心点。接着，好。3甲妖精成了。
条理数量太少，只相当于筑基期修士的程度。对啊，族长之后第一个练成魂旗的就是13啊！当时练成的样子好威风啊！好厉害啊！13哥哥真厉害！小13，这魂旗虽成，但还需炼化魂魄封印其内。你还要戒教戒造才是。今日我们一起帮13狩猎野兽，助他提取魂魄吧。谁说我没有？你们看好了。这到底是什么妖兽？这是异宗煞尸。去！这等强大的妖兽，你是如何收服的？当日我出谷打猎之时，遇到了这只刚刚身死的猛兽。我默念上仙教授的口诀，竟然真的将它的魂魄取出，封进了这魂旗之内。上仙救命之恩，记住，炼魂之术没有取巧。此兽虽被你机缘巧合下封印，但若你修为不足，终将被反噬。没事没事。此子天资尚佳，近日稍加点拨便有所感悟。若是心性成熟些，可成大器。上仙，谷内族人共27人，目前除了我和13拥有主魂魂旗外，其余大多数人都还在精进修习。上仙，外来者现今入局，根据以往经验，为掠夺资源，新一轮部落冲突一触即发，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怕是要不太平了。与其等着被动挨打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乱局之中，既然无法独善其身，莫不如我们尽快壮大起来。上仙，我想发动山谷之人前往千里之外的一处地下溶洞，那里是另一部族，共有族人数十。炼魂之术授予你等，可自由行事。立刻投降，缴械不杀！快点儿，人少，一条队。服下离药汤，便可使其忘记过往，将其纳入新族。这离药汤虽对修士无用，却对此地之人有奇效。如此一来，部族壮大，也有更多的新人修习炼魂之术。此战甚好。参见上仙。
参见上仙。上仙，这是晚辈在对方部落内找到的妖精，特地献给上仙。你献上妖精，立功一件，赐予你下一阶段口诀：好好修炼，不得外传。上仙恩德，13誓死相报。13得上仙器重，未来定然属于他。这小小部落终有鼎盛之日，我这把老骨头也信足了。看来这一步走对了。哎呀，13那队人马本该在前天返回才对。小13，上仙，13他。经脉尽断，修为已废。上仙，怎么回事？我们被一个名为天水的大部落袭击了，同行的弟兄都被杀了。带头的那个白衣老者收了我的魂气，又在我体内种下妖物，还说若想要回魂气，便去天水部落找他。带他下去休息。上仙小心，那天水部落乃是古妖城外最强大的部族，他们盘踞在一处上古阵法之内，千百年来都无人可以撼动分毫。13是天水部落给我的活战术。来，结果，让一让。你贪图人家功法也就罢了，还废了他修为，这么做有些过了。我乃左翼将军麾下，杀几个野人，哪来的什么过分之说？那个娃娃身上的功法很有用，可惜不够完整。若他背后之人不敢现身，我明日便去一趟那个小山谷，将功法带回。人外有人，还是太冒险了。族长，你老糊涂了。若是那人真有本事，何不去我古妖城谋个一官半职？怎可能蜗居在一个蛮荒部落之中？何况我天水部落能绵延1000年，若是真惹上了强者，还有古镇守护，万无一失。谁向我下探书？出来！外来者，迎殿修士。是你？没错，就是老夫取了那几杆小旗。你若要兴师问罪，便自己破阵进来。
天水部落存续1000年，即便你拥有天大的神通，此阵也绝不是你可以破除。老夫劝你还是立刻滚开，莫要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这阵法竟可以一次次吸收外来攻击，化为己用，经年累月下来，自然坚不可摧。是吗？他在干什么？你看看，你到底惹上了什么人？疯子，这是个疯子！破开阵法需要些时日，将你连人带阵一同炼化，倒是简单的很。那是上仙。你若坚持不出，我便炼化个7天7夜，到时你天水部落伤亡自负。上仙神威，上仙神威！上仙，你自己惹下的祸事，不要连累整个部落。道友，本书乃老夫所下，你可肯与我一战？我要牵连无辜。你不够资格。打开阵法，欧阳华接收新族人。部族壮大，全仰仗上仙神威。还请上仙为部族重新赐名，予以新生。曾牛小友，老夫再拜托你最后一件事。部落名为炼魂。3甲妖力相当于主击，10倍之上便是结丹，类推下来，应变修为就需3万甲。我手中的仙玉数量勉强够提升至应变后期，用这妖力转化为仙力，是眼下突破至问鼎最好的办法。2年时间，部落壮大了不少，确实是拥挤了些。他们手中魂旗内的魂魄需多次激养，威力才可发挥到最大。倒不如将尊魂幡化作此地后山大阵，此地功法还可反哺尊魂幡。炼魂部落族人释放魂魄进入黑云，每日2次，可淬炼魂体。多谢老祖恩赐，谢老祖赐予神通。13哥哥，炼魂术修炼起来是什么感觉啊？你问他有什么用？废人一个。
连话都不会说。大家快跑！有妖兽！老祖，13在打猎之时遇到了一头罕见的妖兽，待我赶到之时，已经晚了。知道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走吧。经脉全断，体内妖力怎可能达到2甲水准？强行吸收妖力存于血肉之中，如同仙道万物，他却坚持了整整2年，不可谓不介意。奈何经脉被断，能让他真正脱胎换骨的，只有古神诀。但此术定然不能轻易于人。多谢老祖救命之恩。强行吸纳妖力，可知吸收越多，离死越近。13知晓，13只是觉得强行吸纳妖力，或许还能有一丝修炼的机会。我不想做一个对部落、对老祖无用之人。我可以给你一套炼体之术，让你将妖力融入血肉之中。虽说依旧不能使用神通，但你的肉身却会愈发强悍。炼体之术极为痛苦，行差踏错便是万劫不复。你可想好了？13，定不让老祖失望。那等眼神，我很熟悉。若他能通过巨魔族的炼体之术修炼有成，便传授他古神第1层口诀，一切看他造化吧。参见老祖，这孩子便是日前向您提过的虎袍，他天生便有2星妖力，不过寥寥数月，便已练成13杆魂旗。见过老祖。虎袍已将炼魂术修至第4阶段，收服主魂5个。老祖请看。不得在老祖面前无礼！此子天资惊人，甚至不下于当年轰天。若是放任他在部落之内发展，日后或许生变，你就留在我身边修炼吧。虎袍拜见师尊。炼魂步在此，束手就擒。弃械投降者，性命可保。炼魂不入，复我发难；炼魂正宗，知我有罪。 4年前，我没急于去古妖城谋求官职，是因无所依仗。如今炼魂部落大事已成，是时候动身了。 从
今日起，炼魂部落不再对外扩张，尔等全力修行，不可怠慢。欧阳华，今后部落若遇危险，可用此简与我传音。晚辈定不辱使命。恭送老祖出山。 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啊！走走走。此地统领在哪儿？哪儿来的野人？统领大人岂是你想见就见的？喂！胆敢在古妖城伤人，大胆！ 这一拳不对，是13鲁莽了，但在我眼中，对老祖不敬者都是敌人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拳法不对，用力过猛导致外泄，未能做到操控游心。以你现在力量，这一拳不该这么弱。找死！这一拳你要看好。 无论神通还是炼体，能够掌控才是核心。修真之路，强者为尊。记住，不必好战，但不可畏战。参见姚统领。血族之女。 这姚希雪向来行事大道，来者不善。黄云，你来古妖城，想必也是为了谋取职位，获得战功。妖将有令，跟我来吧。以此女的跋扈，竟甘愿替人传话，收服她的妖将，实力定然不同凡响。你们进城等我。 是。10余位应变，更有多位应变后期。罗云记忆中自称妖将，收服应变强者无数。 纵横沙场，从无败绩，想来是达到了问鼎期的强者。大人，人已带到。在我城外打我妖兵，放出气息的，是你。不对，此人修为并未问鼎，若只是应变圆满。 他如何做到在这妖灵之地千年不败，让如此多的强者俯首称臣？正是。那便让本将看看，你到底有何本事！寂灭之子，凭这一指，你可成为我府内长老。 妖灵之地分内外两职，唯有外职的都统、统领，才能掌握兵权，获得军功。内职，王某不要。你竟知内外职之分，只要实力足够，你们外来者可以获得一切外职。但刚才那一指不够。你可以继续。这一招来了！我这10崩全印，你接下8崩，便是统领；全部接下，便是都统。1崩，翠玉。你们说他能扛下几崩？10崩全印威震天下，此人实力平平，
我看两崩足矣。化魔指，好强的威力！二崩裂云。这第二崩剑在叠加之下，未能比第一崩更胜10倍。若拼死相抗，唯有使用黄泉指或射神车。但此地强者众多，不可此时暴露底牌，无法硬抗，便只有以攻为上，巧得先机。杀戮心诀。很好，权益之下，你是少数想到反攻而来的。且看看你能不能破开剩下8崩。3崩，断潮！又是10倍威能，他到底为何能放出远超自身妖力修为的招法？气势不错，但到此为止。4崩，碎星。10崩权益极为霸道，以我自身的修为，也不过撑到第5崩。若非父亲给予法宝，我都难获统领之职。王林止步于此，实属正常。你能抵抗第4崩已然不易，退下吧，你的位置只能是长老。信念，你的10崩权益是诞生自信念的神通。有趣。10崩权益，并非来自妖力修为，而来自此人久经沙场的必胜信念。此招千百年间挫败过无数强者，以此次巩固必胜执念，最终造就了这1崩强过1崩的10崩权益。若是能以必胜信念继续赢下去，这10崩权益定然还能进化，永无止境。但既是信念，便还有一种可用——化魔指。你的道本就与我不同。若想真正掌握化魔指的精髓，唯有以身入魔。居然在本将的10崩权益下另有感悟，真是有趣。让我看看你有何长进。5崩，反扑！我的权益怎会有所不闻？夺慧命，坏道法。信念虽强，魔念可破。6崩，
方权益不在修为，而是信念之争。不错，我莫利海纵横沙场，长胜千年。你又以何信念胜我？以疾风，以逼退了。痛快！王林，我真是小瞧了你。且看这最后3崩之下，你我2人谁的信念更胜一筹？魔念太强，险些将道心吞噬。以身入魔，即便是胜，也得不偿失。调将大人，在下放弃。如此强烈的魔念，竟然并非你真正的道心。知进退，懂取舍。好，虽未破10崩，但以你实力，足以担任统领一职。今日封你为统领，掌妖兵1万，是公平。你先回城内，7日后，自有人带你去所在兵营。谢将军。此人白身入府，修为也不过鹰变中期，竟以一己之力获得了统领之职。几日来，不论如何镇压，都无法驱除这最后一丝魔念。看来还需另寻他法。老总，我入这妖灵之地已然多年，此地不论风土人情、修炼法门，都与外界相遇截然不同。唯有支鳞片甲的雕刻，与当年仙界碎片中颇为相似。莫非此地是当年某位仙人开辟的洞府？若真是如此，此处众生岂不无异于圈养的家畜？天地不仁，此间也好，外界也罢，不外如是。客官，小店竹青酒乃是酒局内出名的千世美酒，何不进来品味一二？老总，多少年没有喝过酒了。彭越派一别，终于相见，来干！张武。不要！
祖，老祖。一丝未能去除的魔念，竟能令我心神失守。今日魔障不破，我恐怕无法醒来。但仅以仙力镇压，实在受小甚微。哎呦，给我盐，里边请。把你们这儿最好的菜、最好的酒都给端上来。闲杂人等，还不快滚！走走走。统领大人放心，那人就算真敢问上人，黑甲营弟兄也不认。查出他的底细没有？回统领，是个外来者，未能接下妖将大人的石崩权益，是破例赐予的统领一职。大人本就靠着军功获得统领一职，凭何此人一来，大人就要降为副职？就是啊，外来者，哼，实力逊色之辈，不配为我手中夺权。没眼色的东西，还不快滚！放肆！敢对老祖无礼，大胆！找死你！上！此人倒是奇特，身上竟有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在撕扯。东方野人，也敢在古妖城得势！老祖！体内仙魔二力既纠缠不休，平衡难破，不如以外力破之。怎么回事？苍王不受控制了！他这是在吸收妖力，收回妖力，快！老祖，老祖，你醒了。拿去。谢老祖。站住！我们还会再见的。仙魔二力水火不容，以至于难以将魔念逼出。今日以妖力这等本源近似之物作引，机缘巧合下才化险为夷。这魔念可坏人道心，防不胜防，凝练留存下来，今后或有他用。老祖，有人求见。进。在下古妖城管事参军韩进，奉妖将大人之命，带统领前往所属军营。此人气息内敛，修为我却有些看不透。请出示令牌。王统领，请。
奉妖将大人之命，带新任的王林统领到营就职。司马副统领还不见过？司马炎见过王统领，早已见过。既然二位相识，在下就不叨扰了。韩某先行告退，向妖将大人复命。有劳。统领大人，黑甲军1万妖兵。 除了3人昏迷不醒外，全部在此。都退下吧。都退下吧。是。哪来的孬种？也是活的统领，赶紧夹着尾巴滚蛋吧！这黑甲营统领只能是我司马炎，我倒要看你能撑到几时。这是统领营帐，你们凭何阻拦？此乃司马统领居所，闲人免进。敢问副统领居所何在？啊。 欺人太甚！老总，他们如此行事，我们就应该狠狠教训回去。天妖郡军规，你2人可有记诵？我们这就记下。1人抗命，是兵之责；万人抗命，便是将之责。 我若无故出手，落人口实，只会失去统领之位，落得个满城通缉的下场。立威不及一时。一连数日没有动作，此人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们说这个王林？ 打的到底是什么算盘？窝囊至极，不过是个任人宰割的废物罢了。孙统队此言差矣，此人宠辱不惊，恐怕不是常人。袁老头，那人无故夺了司马大人的统领之位，我等都是大人一手栽培，你可不要长他人志气，灭了自己威风。好了。 司马统领应该是碍着妖将大人的面子，不好明面上对那姓王的如何。那王林不过怂蛋一个，有何可惧？若我能替司马统领除掉他，日后定少不了好处。王统领。 听闻你胸襟宽广，很能忍啊！还真能忍，简直就是废物！孙统队，你说什么？老子说你是废物！报了统队！天妖郡军规第8条，灭。 天妖郡全军，以下犯上者，斩！你斩！为统队报仇！冥顽不灵。住手！ 小兵，放肆！统领，你来用
你们也要以下犯上。王林，你杀害同队屠戮妖兵，此事我等绝不善罢甘休。13，天妖郡军规第13条，华营围困者，时息不退，斩！计时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，散开！莫有以为你赢了。司马副统领，你如此急匆匆唤我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王统领无故杀害同队，屠戮妖兵，在下不得不请参军大人前来，为我黑甲营严明军法。好一个血口喷人！可有人证？王林手段残忍，黑甲营上下有目共睹，皆为人证。13，前因后果，皆在此内。先谋后动，王统领好手段，以下犯上者，死不足惜。我会将此事如实禀告妖将。我堂堂10万家妖力，一名统领，竟被一个外来者踩到了头上。司马副统领，治军之道，在于公私分明，令行禁止，莫要同事操戈，成匹夫之勇。你可记好了？鲁莽！与我为敌，你还不够格。都退下吧。又失败了。说是没有血魂丹，我已经死了4次，剩下的机会不多了。但父亲交代之事，绝不可有丝毫差池。若能有一个懂得禁制之人从旁助我，定能一举成功。我体内千甲妖精，若是全数融合转化为仙力，再加上手中所有的仙玉，也勉强只够冲击应变后期。来者止步！我与你们王统领有要事要谈。老祖正在闭关，请回。杨道友无理闯入，是否欠妥？此事是我冒昧。王道友莫要见怪，但在下着实有一急事相求。若非要事，莫怪王某不客气。王道友，此事极为隐秘，在下要防范一些，莫要介意。这妖灵之地曾是一处仙界洞府所在，后因仙界崩溃，就此沉寂。我偶然得知一仙府旧址，但府外禁制，在下无法独自破除。听闻王道友精通禁制之法，
若是成功进入，其中仙宝，你我一人一半，如何？仙父确实值得一谈，但此人并不可信，还需再谈。王某修炼正在紧要关头，无法相助，见谅。想必王道友是在冲击鹰变后期。不过此地仙域匮乏，为表诚意，我愿提供王道友晋升至问鼎初期的所有仙域，这些是定金，足以助你提升至鹰变后期。你帮我入仙府，余下的事成之后尽数奉上。不愧是血族之女，好大的手笔。此事莫测，恕在下不愿涉险。王道友若担心安危，可服下这血魂丹，保你无恙。血魂丹，血族秘法炼制的丹宝，听闻即便肉身全毁，元神俱灭，也可借此丹珠间凝聚而出，全然无伤。若得此保命之宝，的确不惧死局之危。血星至宝，有所耳闻，此物如何使用？此为我血族秘术，绝不能轻易告知。除非你答应同我前去，我可再多赠予你一颗，以作酬劳。可以。按里面的方法，在血魂丹内留下烙印，日后元神与血肉彼此牵引，自可凝聚于我血族最近的法阵之中。3日后，子妖生药之时3刻，古山见。拿着此物，竟有种血脉相融之感。我出去一趟，我不在时，你2人留在黑甲营中等我，记得专心修炼。是。我已给了他足够险域，3日过去，却还未突破到鹰变后期。看来此人也不过如此。待子妖生药最浓之时，罗盘之上会浮现血光，跟紧了。凝神静坐，感悟自身意境，待获金符认可，便能踏上尊兽之路。金符入体，该你了。这妖吸血身上，竟有了一丝仙尊威压。我不过3笔金符，他竟获得了6笔之多，难不成他的意见在我之上？怎么可能？走吧。妖吸血对此地十分熟悉，显然不是第一次进入。她身为血族爱女，所需仙宝应有尽有，何须涉险前来？他执着于这处仙府，想必是奉了血族之命，所图更远。此地共有12层封印，你我2人轮流破解。这第1层，我先来。这石像修为不输应变修士，妖吸血竟能如此轻松地将其封印。血腥法宝，还真是名不虚传。那是
箱内的金符样貌，与刚刚无意境所得相差无几。难道说，这内含仙力的金符是被封印在了石箱内？若真如此，这12封印可能不是罗帐，而是天大的机缘。真是禁制造物，那定有解禁之法。以他禁制修为，定可直接破阵，还在跟石像纠缠什么？果然。处便是阵眼。停！石像内怎会有金符？这金符好似在第一平台的符文上做了叠加。歪打正着，运气好罢了。不过是打碎石像，有何难？这次是3笔金符。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？为何我打不出金符？4笔金符，果然。他到底干了什么？12笔金符，这是林子。无为青林，应是此仙府旧主，名为青林。不对劲，这12层禁制，难度虽说层层升级，但也有吸血之能。完全可以靠法宝独自通过，他为何要执意要我同行？禁制石像不是最终关卡，此地另有险境。接我3剑，方有资格进入仙府。我2人1人接下1剑，最后1剑共同接下。可以。第1人上前。黄道友，请。我若不愿呢？你也看到了，来路已封。凡是在此地获得金符烙印之人，只有进入仙府这一条生路。所以，邀我来破禁不过是个幌子，实则是让我为你挡剑。我们只需共同扛下这3道问鼎剑气，便可进入仙府了。姚道有抬举了，王某不过应变中期，如何扛下这问鼎剑气？哼，王林，与我一同破局，
是你唯一的生路。成则生，败则死，你没有选择。别担心，那血魂丹你不是已经服下了吗？妖道有好算计，彼此彼此。还望你这次言而有信。凭你应变中期资质，接下一道剑气并不一定会死。快用血魂命术，保命为上啊，王道友！待若服下了我送你那颗假丹，你必死无疑。此仙符所在，乃是我血族绝命。我怎会让你活着出去？王林，能为我血族大业献出生命，是你的荣幸。第一道算你破了，第二道可准备好了？来吧！数次进入此地，10项禁止都可借法宝闯过，但这3道剑气，我无论如何也只能接下2道。今日王林在前挡了1道，此战没有悬念。最后一道。父亲，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，我做到了。血族飞升有望。多谢姚道友，帮在下扛下2剑。你还活着？我早就猜到，你给我的血魂丹有假。如此贵重之物，你怎会这样轻易交付于我？而且还如此担心王某安危，以神识探查，以确保我服下此丹。若丹药为假，那么仙符极有可能为真。所以我并未用你赠予的仙玉突破应变后期，而是将其转化为仙精存于体内，以作保命之用。所以你是用仙精扛住了问鼎剑气，借剑芒出击，假装坠入深渊，等我扛下2剑，身负重伤，错失了余力。周武太曾告知，黎明草帽真正用法是可隐藏气息的。别费力气了。我已将你经脉封印，此刻的你，半点仙力也无法使用。王林，你敢不杀了我？杀你？你定然服下过血魂丹，杀你不过是放你回归某处血阵罢了。王某会以生死一行将你禁锢，我不杀你，那血魂丹便也失去了用处。此女费尽心思，以问鼎剑气与假血魂丹连魂作计，为我设下必死之局。这仙府之内到底有何仙宝，值得血族如此大费周章？仙府残魂，恭迎主人。此为仙府之令，持此令可自由进出仙府。主人，请入府。这与那日潮汐之中的令牌几乎相差无几。仙府之主，怪不得。果然如仙界宫阙一般，通体仙玉打造而成。此处剑之何为满，分而立，应是传说中的仙剑。以我如今的能力，根本无法撼动其分毫。看来此处的前任主人曾破开过此地。这手法，难道是上古修真界的梅花18剑？
借前人之机获得这酒壶，虽只剩10滴，但先人之酒绝非凡物。鲜艳甘醇，可醉元神。我没想到，这一醉便是1年。不能再等下去了，老祖迟迟不归，司马炎手下的这群畜生越来越不安分，对我们下手是早晚的事。13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走还是不走？老祖的命令是在军营中等他归来。驯服，你就坐等大祸临头吧，我不奉陪。天妖郡军规第1条：叛逃出营者，斩！我不是你麾下妖兵，今日回归部落，与你何干？住手！天妖郡军规第8条：以下犯上者，斩！老祖是此营主将，待他归来，今日之事定会追究。真是条忠心的好狗，可惜你这废物主子已经被免了职，不会来救你了。混账！你肯杀我，不可辱老祖！找死！司马炎，住手！我怎会醉了？也不知睡了多久。我的修为仅仅1滴仙凝入后，便助我一举达到了应变大圆满。剩下的9滴，必须小心存好。入住仙府，突破修为，还有瑶溪穴的储物袋。此番冒险，的确收获颇丰。以我目前修为，可轻易破开瑶溪穴的神识烙印。这是，全都是仙玉。这些仙玉，将来足以助我一举问鼎。这3个储物袋，除了有上千枚护体血符，数枚不知真假的血魂丹，竟然还有出入此地的血楼盘。好强的杀意！不对，这道禁制之上，应是他父亲留下的神识烙印。若是外人打开，定会被这道神识直接抹杀。血族真是好手段！这传送阵法是刚刚补课而上，想必是先前瑶溪穴所为。血族遣他来到这仙府留下传送阵法，日后定有援兵到来，直接抹掉阵法，或许会被察觉。那不如……若
若是血腥真有人传送而来，这些禁制也能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大人治军有方，您就任的半年，黑甲营上下无不心悦诚服。看来我这大营是易主了。王林，他怎么回来了？敢闯老子的营，和查无论！一营就绪，二营就绪，三营就绪，四营就绪。此人的修为到底是何等境界？唯有在面对妖将本人时，才会有如此压力。阁下到底意欲何为？这是我的军营，你觉得我意欲何为？你失踪1年有余，早已被妖将大人罢免了统领之职。原来我在那仙府之中度过了1年之久。我的随从在哪儿？此刻若退，我的统领之位不保。你这龟壳不够硬。应变器大圆满，你来说。你走后半年，他人失踪，我也不知去了哪里。住手！此人体质特殊，或许能为妖将大人所用。大人，那虎袍今日不见了踪影。好，13被关在何地？你说的是那个炼体的蛮子？妖将大人有令，寻找一些肉体强横之人。我看那蛮子符合条件，便把他送入了妖将府。王头领，你要杀要剐，我何坤绝不眨眼。但你若是要人，大可自己去找妖将大人索要。你救13性命，又把他送给妖将，功过相抵，我不杀你。妖将大人半年前就已闭关，绝不见客。你若闯宫，必死无疑。果然，进入妖将府的传送阵都已关闭。若要救出13，唯有正面闯过这古妖城的6扇大门。妖将大人闭关，此门戒严，你若再踏出半步，杀无赦！妖将大人，王林求见。13与虎豹2人是我带来这古妖城的，我在仙府意外沉睡，将他们牵连，或许已经害了他们性命。修道之人本该庇护端，迎天运，为了非亲非故之人杀伐闯宫，背逆妖将，挑衅天妖军规，不值。但世间之事，本就该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我王林行走天地之间，不求循规蹈矩，不求迎天响道，但求一生无愧于心。
有人闯祸，快通知诸位都统大人！这是晚辈在对方部落内找到的妖精，特地献给上仙。对老祖宗敬诚，就你一人，你可以杀我，不可辱老祖！困于人情，困于执念。或许我并非一个适合修道之人，但执念既起，便必须去做。今日不就13，我亡灵一生所求，变成了虚妄。大胆！妖将大人正在闭关，王林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见妖将，为13讨个说法。你疯了！毁我城门，坏我城规，与整个苦妖城为敌，只是为了一个蝼蚁一样的随从！好大的口胆！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不死！王权！应变大圆满，执法神通，不错。但免死罪还不够。妖将大人，别来无恙。这是妖海摆烂，你才有在本将面前说话的资格。这妖海摆烂的威能，远胜于之前的时空权益。这就受不住了吗？拿出你的真本事来！令我心神俱震，仿佛要透体而出一般。符文此刻自然发动，应当是一种护身神通。这神通得自心符，不如放开心神，任由它发动，或可抗衡妖海摆浪。生之烙印消耗太大，难以连续使用。好，王林，我小看了你。这符文看起来还有不少变化，你全部施展出来，你我酣畅一战。13在哪儿？战完再说。海浪奔来，王朝之安。战！不论是时崩权益，还是妖海摆浪，此人的招式都来源于那不屈人的高昂战意。神通难以取胜，看来只有一招可动。
如此苦苦相逼，我若是使出杀招，你必死无疑。你若能杀我，我某心服口服。老夫修道多年，从未见过有谁能接下妖将大人这一事，倒是可惜了这个天赋异禀的年轻人了。仗着修为就敢造功，殊不知妖将大人的强悍，远不止修为这么简单。这小子是咎由自取。这是以仙界一掌之威，借东风破他战意。这一式神通，你还没有学全吧？你不妨再试一次。这等神通，若是以应变修为施展开来，定然受到极大的反噬，所以他才只是打出虚幻一掌。短短1年，此人修为已然不弱于我。神通更是深不可测。莫妖将，现在可以告诉我，13在哪儿了吗？不必如此生分，王老弟，以后你我便以兄弟相称。我此次闭关，本就是要炼化身躯强悍者，你这随从排在后面，尚未炼化，此人我可以还你，但你今日闯宫，为我实力成革，不能轻易结过。你要如何？3个月后，天妖郡京都天妖城，各地妖将之中会有一场妖将大比。王老弟，我要你助我。此人虽然为人霸道，却也称得上真性情。可以。今日起，王陵便是我茉莉海的第1副将。若我此番在妖将大比中拔得头筹，我为你向妖帝索要将位，代价10万，5强1城。妖灵9郡之一天妖郡，每300年会举行一场妖将大比，胜出者会得到妖帝赏赐的功法和妖宝。但此次大比却与以往不同。200年前，天妖郡与火妖郡一战，双方均死伤惨重，我方更是折损1位妖帅和1位副帅。妖帅之位自有副帅顶替，如此一来，天妖郡便有了2个副帅的空缺。此次大比除奖赏外，更要决出2名副帅。众妖将皆对此位虎视眈眈。我寻了18个身躯强悍之人，炼化18妖魔身。你要回13，是破了我的功法。但我相信，只要有你相助，即便没有18妖魔身，我也有把握取得那副帅之职。既然答应了，王某定全力相助。只是王某还有1要事，2个月后我会再回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老祖，老祖回来了！恭迎老祖回归！恭迎老祖回归！如今圣光，当真有几分当年炼魂宗的模样。
老祖，您不在的日子，众弟子都按您的吩咐潜心修炼，每日释放魂魄进入黑雾，增强威力。如今魂奇功法均小有所成。不错。啊！十三，你醒了。老祖，你没事儿。13，多谢老祖救命之恩。我都知道了，这一年辛苦了。当年老祖一去不返，只要你没事，13万死不辞。我时间有限，2个月后便要前往天妖郡。今日你们2人都在，我有要事吩咐。炼魂术有2部分，炼魂只是其一，其二名为抽魄。欧阳华，日后你继续带领众人修炼新功法，但切记，此术只传嫡系。弟子谨记。13，你的修炼之路与他人不同，这是巨魔族炼体术的下一层，你拿去继续精进。多谢老祖。欧阳华13，弟子在。从今日起，炼魂部落不再蛰伏，全力扩张。待我下次归来，希望族人可超100万。弟子领命，定不让老祖失望。此次天妖郡之行危险重重，尊魂幡虽说还未完全修复，但也是个助力。炼魂部落就先用其他魂幡守护吧。好好守护部落，去吧。是。老祖，虎豹他可能已经……他还活着。什么？若虎豹身死，我定能察觉到他魂旗中的气息，而我曾用神识横扫捕妖者，却没有半点痕迹，只能说明他现在身处一奇异之地，以我的修为，还无法找到。主人，属下打听到，那人已突破至鹰殿大圆满，并将与古妖城妖将一同参加妖将大比。修炼速度竟如此之快，你在暗处盯好，勿要打草惊蛇。其他人选如何？暂且都无突破迹象，不过属下最近在培养一批新的妖位，待他们练成，定能助主人早日归来。虎豹，见过恩公。最近表现不错，等你将古战场内所有魂魄炼化，定能成为主人得力的妖位。这一切都是恩公所赐，你救我性命，还我神功，又带我来此修炼，虎豹都铭记于心。王离，说吧，血魂丹的真正用法。我不可能告诉你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。我如今修为不到问鼎，若强行使用搜魂术，稍有不慎就会使他身亡。你若不愿开口，王某大可用禁制让你从世上消失，生不如死。王离，早晚有一天，我父亲会把你抽魂炼魄，锁在幽冥之地。
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！此次答应莫厉海参加妖将大比，虽是为救出13，但也是让我成为妖将的最快方式。可如今尊魂幡受损，血魂丹无用，3世神通也需慎用，只能靠杀戮仙诀。以杀戮仙诀炼化的杀戮之气，可直接伤人心神，防不胜防。但我所杀生灵并不少，炼化的杀戮之气却是不多。数次炼化杀戮之气，好似都是偶然获得，这其中规律究竟是啥？王老弟，时辰已到，出发吧。参见莫妖将，30年，终于回来了。末将参见将主。都起来吧。这位是本将好友王副将，你们日后见他，犹如见我。参见王将。王老弟，请。里面那件很漂亮，快去看看吧。哇，好哥哥的！好。这不是赫赫有名的莫妖将吗？他身边之人是谁啊？不认识。不过历届大比，每位妖将身边都会有一位协助者参战。此人能被莫妖将看中，必然有其独到之处，绝非等闲。这天妖城帝都分内外2环，天地玄黄4域为内环，宇宙洪荒4域为外环。内环文臣，外环武将。我所居住之处，便是在红域。王老弟不嫌弃，便入住我莫府吧。全听莫兄安排。许久不来，这帝都倒是一如既往的热闹。此次我若想成为副帅，有2人需格外小心。第一个是镇守火妖郡边境的莫非，此人战功赫赫，实力更为妖将第1人。第2人名为石啸，同样驻守边境，此人与我部对付多年，精通6支剑诀，威能莫测。说什么来什么。多谢，戍边100年，不见长进呐。外来者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他叫王林，是我同门师弟。师弟看来另有机缘，修为进步如此之快。当初师尊助陈涛隐藏问鼎修为，方能进入此地。以他实力，怎会身受重伤，连修为都跌至问鼎之下？小心大罗剑宗之人，我的伤便是拜他们所赐。此人名为莫厉海，有神通3式，石崩拳翼为第1式，妖海百浪为第2式，最后一式乃妖帝亲传，威力极大。若是我受伤前，可杀此人。你那师弟如何？很强，他在应变中期时，便能与问鼎对抗。如今他修为大涨，最好不要轻易招惹。我与你相识这么久，倒是第一次听你如此评价一个人。不过即便如此，他们也不是你我的对手。你让我帮你寻一处能大量杀戮，又不会引起麻烦的地方，你想做什么？你这招我早已见过。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竟能震动妖甲，还能引动我体内生机，扰我心绪。如今5道灰气能令你心神震动。若我此术大成，有1000道灰气在手，你觉得威力将会如何？可供杀戮的场所，倒真有一处。红牢，帝都4大牢狱之一，用于关押重犯死囚。但此地把守森严，我只能想办法帮你争取7天时间。今夜子时，你前往红牢门口，自会有人带你进去。教主，一切都已打点好，可保王将顺利进入红牢。教主，那红牢内可是诡异万分，王将此行是否太过冒险？能获得机缘，便是他的命数。父帅之争事关重大，只能赌一把了。你就是莫厉海所说之人？正是在下。跟我来吧。此地死气之重，杀气之烈，比外界多出10倍不止。
外来者的味道，正好再杀一个，喝他的血。这些是即将问斩的大奸大恶之徒，王道友自便就好。不知杀尽此间死囚，能凝练出几道杀戮之气。先前此地分明杀气纵横，难道这洪老地下还另有玄机？杀戮仙诀，以杀气炼生机，以生机化烙印。为何我杀尽此间人，却只得无用死机？到底差在何处？因为你杀心不足，不将自己浸泡在杀戮之中，磨练出一颗杀心，就断然无法生出杀气。再如何用功，也是徒劳。以杀炼心，以心化妖，这便是我的杀戮之道。你若想修习真正的杀戮之道，我可赠你一场机缘，但能不能得到，要看你自己的造化。条件？我身为玉将，无法离开洪牢一步。若你攻城，我要你以杀戮之法杀了妖将10小。好。跟我来吧。好浓烈的杀气，竟能引动杀戮之气变化。看来此人所言非虚。此乃喂养地剑之所，由帝君亲自辟出，杀气之力可清心神。若你心性不坚，恐怕也会如他们一般，化作一具行尸走肉。此地只进不出，你可想好了？喂养地剑之所。杀气凝练所成，该是修习杀戮仙诀的绝佳本源，怎会无法融合？还是说血气不够？不对，还是不对。将血气化为杀戮之气的法门，究竟是什么？
如此修为，怎么会被困在此地？好凶的剑罡！这炎龙莫非就是地剑？原来如此，若要离开这里，必过地界一关。怪不得那人说此地只进不出。地界实力不俗，断然不可与其正面冲突。那血雾乃四剑之物，可血雾由此间人互相杀戮而生，人尽则竭。地剑怎会做这竭泽而渔之事？难不成血池之内求死不得？众人厮杀不尽，便能为地界提供源源不断的血雾。这些人不知被困了多少年，若要出去，我唯有杀戮先觉大成，方有一搏之机。仙诀乃模仿一不知品的仙术而出的术法，与你的生死意境算是匹配。怪不得，怪不得，以杀念夺人性命，炼生机为烙印，以生化死，以死转生，杀戮仙诀。终于解脱了。你竟能将血池化为己用！原来杀戮仙诀的关窍，亦是生死轮回之道。没用它，地剑将至，你出不去的。杀戮之气，
哪怕是妖家，也绝无可能挡下。以死转生，生之烙印。 扛过了地剑之威，救我！再接。 这是受了多大委屈，给气成这个样子。地剑一怒，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。这把剑，在你二人看来，威力如何？不下于师尊之见。 那个方向，红楼，地剑不会是冲着亡灵去的吗？以亡灵的修为，怎么可能引动地剑清灵？定是我想多了。不想死就别从这儿出去，跟紧我。 这篓子可忒大了，这家伙怎么会把地剑都引来了？若他被抓住，我定也难逃干系。快走，别忘了你我的约定。 可有闭关之术？跟我来。多谢。还真是的。 3792道杀戮之气，一掌。够了。 再闹，就把你扔进龙潭喂那只老蛟。你偏心，明明是他先欺负我的。我这天妖城都要被你掀了，况且人家凭本事出的红蝼，怎就算欺负你了？哼！你呀，就是骄纵惯了。我不管，这事儿没完。啊，你去哪儿啊？ 先给我放出去！喂！这届妖将大比可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你看，头发都乱了。走吧。我要去那边。去前面看看。走。那样东西你肯定喜欢。好。 啊！
因若果，倒是应景。修道者逆天而行，也注定要一生孤独。星光月色，孤影独酒，问尽品生。我不知那些万年修士如何熬过这万年的孤寂，但却知晓，若内心没有半点感动之处，修道只不过修的是自以为是的道，而非天道。天地不仁，逆天而行之修士，若同样心无感动，则依然不仁。以不仁之心修天地不仁之道，怎能称之为逆天修行？何来逆字？那只不过是顺天而行罢了。自古顺天者，为天地之宠儿。这宠儿的背后，却是蝼蚁之身。我以心中之感动，逆天而行，逆心而修，求长生，更求摆脱那蝼蚁之身，方为逆。婉儿，我们会再相聚，这是我对你的承诺。原也是个伤心人。有趣。找到了吗？属下无能。能去哪儿了呢？不会啊？王兄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出门逛逛，散散心。哦，怕我不告而别？哪儿会呀？我是找你有要事相商。来人，给我王兄沏茶。遵命。王兄经此番洪劳历练，究竟达到了什么实力？不用那一整，我也可以胜你。好，好，好！你有此等提升，也不枉费我辛苦一场。若你真能助我取得妖将大比胜利，我会亲自向妖帝帝君提名，定让你获得妖将之位。还有一事，玄副帅这些年战功累累，如今玄帅殉国，他接掌帅位已是板上钉钉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深得帝君圣眷。若能在大比前得他一句举荐，往后在军中的路至少能少淌一半的血。明日，我想带你去拜访他，如何？全凭莫兄安排。今日府中访客甚多，大人现在脱不开身。海牢莫将军随我前往偏院，稍作等待。不知玄副帅正在接见哪位贵客？你不是第一个来府拜访的，你的来意我知晓。不过，庸者之贡，不入无言。莫将军的转轮之法，竟已修到18层，不错。若副帅青睐，默默定为副帅赴汤蹈火。我们都是天妖郡的将士，效忠的是帝君。
不过，莫将军此言，我记下了。谢副帅。此人似曾相识。他便是莫非，偏偏被他捷足先登。看剑玄能立而不跪，倒有3分骨气。跟此届大比，你至多4成胜算。若加上他，9成。哦，拿出你的全力，让本帅一试。见笑了。你叫什么？王林。莫将军得意良将，此次妖将大比，委实胜负难料了。还望副帅关照，莫厉海誓报副帅提拔之恩。此次大比，你们各凭本事。尔等，且退下吧。是。此次势力深不可测。传令，即日起闭府。妖将大人，各凭本事。王兄，有些话不得不说。大比前的平静下，暗流涌动。妖将受帝令保护，但协助者经常意外横死。莫非？今日拜访玄副帅始末，恐怕已经传入他耳中。此人不少在暗处下刀。大比前，我需在府中闭关，王兄务必当心。无妨。探子来消息了，莫厉海闭关，此人孤身在外，倒是省了我们寻他的功夫。哼，连护身禁制都不设，是真不怕死，还是觉得没人肯动他呢？依计行事，既然大人有求，便要确保他透。天印，此人执法神通虽强，但有混天印镇压，铁末枪下，断无活路。这到底是什么术法？
底伤了多少人？再说起的，莫不是传说中的杀戮道？既然来了，何必着急走？大笔未起，血却先流了。有趣。刺杀不成，想必此事远未结束。艾青战意高昂，想提前与莫厉海龙争虎斗一番，未尝不可。准了，谢帝君。帝君，妖将大比乃是祖制，若是放任他二人开了私斗的先河，今后恐怕……今后有人能像莫非一般杀遍火妖郡，夺得1000万军功，那朕也一并准了。帝君准许了我与莫厉海私战，这封战书由你去送。妖将大比终究是身外之事，但这子系老妻……此人修为不在我之下，身上剑意更是惊人。待莫非大人将莫将军送战帖，3天后古道亭榭外，到时还请莫将军不要怯战。来了。听闻天云子对此人颇为自得，或若将他斩杀，定受重伤。此系第7子，不知可否与在下切磋一二？我大罗剑气怎可能一触即溃？此人到底修习了什么神通？鬼影剑斩！折辱了一把好剑。孽畜！我与大罗剑宗没有仇隙，宗门之争自有长辈做主。妖灵之地内，你我不必为敌。此人并非君子，不宜放虎归山呐。破我剑意，毁我阳魂，他的势力在我之上，日后定成为我大罗剑宗心腹大患。此人断不可留。以精血唤醒师尊剑气。
后的剑气果然霸道。方才若他拼死将这道剑气放出，即便我有生之烙印，也断无活路。困守蓝道，为师必缺，王兄真是好算计啊！这便是当年在东海妖岭之门外，令天后送给剑修12子的保命剑气。看来要取剑气，还需先破元神。这剑气未能通天，魏延还真是送上了一份大礼。伤得不轻，莫非的转轮之术，连帝君亲传的妖然也破了。我败了。啊！我与莫非战前有约，败者不得登台。明日大比，在下能否取得副帅之位，全仰仗王兄了。应你之事，自会做到。玄副帅高升在即，怎么反倒愁眉不展呢？哎呀，这些小家伙运气真好，赶上2位帅位空缺。不过比起不战而生的您，还是差远了。黄副帅有空说风凉话，不如多看看后起之秀，免得被人取而代之。迎妖帝，帝君勤于政事，有旨在此。大比胜者，受副帅之位。赐蟒袍玉带，节制3军。天妖郡众妖将，出列。大比规则：妖将先战，协助者再战，2战皆胜者晋级，4连胜者入第2轮。切记！伤妖将性命者，斩立决。
首战者妖将石骁。石骁，实力可达3甲，好强的气势！他的实力，难怪无人敢战。石系内若无挑战者，本座将。此人修炼的乃是9死9生之气，他敌不过石骁。胜负已分，胜者石骁。滚下去，让你的协助者上来。此人力大无比，我曾见识过。血灵门的天骄，哼，子战友看到了。按照规则，2胜才可晋级。就算协助者此战胜了，陆军还是会被淘汰。此轮对决的意义是什么？让你见识见识血灵门的一力破万法。我不打了。妖将受地令庇护，协助者却如猪狗般可屠。不打了。什么2胜晋级？分明是给妖将们准备的虐杀游戏。赢了。妖将之战不决生死，想干什么？实在无趣。好像还有你们这些外来的玩物。莫厉海，上来！当年的账该清了。我败于莫非，按约不得出战。哼，你上来受死！不杀之战，王某不感兴趣。妖将石骁，此战你赢。按规则，此轮你不可挑战他人，退下吧。莫厉海无法出战，但你，我定会亲手撕碎。你出列。袁副帅，你认识此人？不认识。不过，此子必入3甲，夺魁也不是不可能。哼，区应变圆满，奉妖将中也不过中流。凭他一个外来者，也配争第1？黄副帅既然不信，不如赌一局。若他未夺魁，我那副天照旗送你；若他登顶，你的玄黄丹我要了。哎呀，玄副帅，这是铁了心要送我天照旗。好，我赌了。若你也挨过他一掌，就不会笑得出来了。我来。莫厉海不能出战，这外来者又不敢杀我，今日活该我侯迪养你。小子，
现在跪地求饶还来得及，规则可说了，你若伤我，就是死罪。聒噪！我看你能躲到几时？你的实力还不够。老爹实力不怎么样吧？要是石霄上场，对方撑不过一招。是啊，岂有此理！赵无敌为了速胜，竟自解护甲，是夺命招数。怎可能挡得住我本命妖兽的血神剑？你敢！就是大人，违规！王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规则只说不得杀害妖将，他不是还活着吗？你废了他的经脉，把他变成了废人。所以呢？此战已胜。敖迪的协助者，弃权，我弃权。胜者莫厉海，累计4胜，晋级第2轮。王兄先回府调息，后续大比还需仰仗。这阉人不过仗着妖帝作威作福，待王兄得到妖帝赏识，他连屁都不敢放。接过。能做妖帝之策，莫非是帝剑剑环？主子，让小许子来。小黑教了我绝招，保管让对方滚蛋。以他拖延一时半刻，倒是个法子。地界的降临巨人，居然是个小美人儿！小美人儿，快来让许哥哥好好透气！哪里的脏东西，滚开！当年因为伤心与大美人有缘无分，幸而上天待我不薄。别呀，同为剑灵，多好的缘分呢！别走啊！你糖葫芦还没吃完呢！小美人！我和小美人眼看就要成了，你是棒打鸳鸯！光临，当年拆散我和大美人，如今又阻我追求真爱，你就是嫉妒我许立国风流倜傥，自己孤家寡人，见不得别人好。说完了？没完，除非你放我出去找小美人。小美人，哥哥来了！果然，
的！小黑，出枪！立刻解开禁制，否则……沙星的实力越来越恐怖了。为了爱情，拼了，小黑！主子，不跑了？主人修为通天，小雪子再也不敢了。主人英明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去找小美人了。天妖城内强者如云，当真以为无人可以发现你吗？以你实力，若是被抓去，便是抹去灵智，永世成为刀剑之奴。我本来就是剑灵嘛，再多把刀也无所谓。主子教训的是，小雪子今后定清心寡欲，绝不动歪念。你和这弯刀倒是学了不少本事。小黑神通可多了，能以逆击心，还能增强仙剑剑威。他修行不易，主子开恩留下他吧。小美人，也不知你我何日才能再见。王将，院中有人求见。王道友之名，在天运星时便如雷贯耳。此次前来，只为道谢。今日妖将大比，更让我等明白何为修士风骨。过誉。在这妖灵之地，我等命如草芥，妖将不可杀，协助者却可随意虐杀。唯有王道友敢以雷霆手段欢迎颜色，战功虽重，也要有命相救。这大比根本是要用我们的血养他们的刀。修仙者当顺势而为，而非以卵击石。今日我等决定退出大比，特来与王道友辞行。妖将们虎视眈眈，竟无需处处争斗。这妖将不死的规则，何尝不会将我置于死地？顺势而为，或许他们才是对的。明轩，继续。是绝境中杀出来的。修仙者当顺势而为，而非以卵击石。若顺天而为，我早是黄土一袍。退，那不是路，是帆。逆天而行，逆天。
天而修，为不屈而修，为正途而修，这才是我的道。逆才是我的问鼎之路。此等道心，老祖等的人，或许就是他了。往年大比，天帅总说小儿嬉戏，不值一观。今日怎么亲临到此？奉帝君之命，来此坐镇。哦，帝君之命。奉帝君令，第2轮规则变更，恭请战妖鼓。战妖鼓。此轮比拼锤鼓，以妖将与协助者合计敲响次数排序，取前10。此鼓以古妖皮制成，实力不济者，未敲响便会自身崩溃。若能敲响，3声为强者，6声则为天骄。若我能上场，或许能拼个6声。眼下，几位妖帅才可敲的鼓，今日竟拿出来，难道这批人中有可造之才？当年天帅锤鼓15之术，声震天下，可是前无古人呐。妖将于森，出列。杀戮道修至如此境界，此子怕是要一鸣惊人啊！敲响不足为奇，那巨大的反震之力才是难点所在。妖将于森，共计锤鼓4声，无协助者。这妖鼓果真不凡，但除了妖力，似乎还有一丝看不透的意志。4下，看来本届妖将
也不过如此。玄副帅就如此看好此人？那以你高见，谁能多亏？哼，自然是他。妖将鸣锣5声，妖将金渊6声，5声6声4声3声。伤我妖将的杂碎，本座迟早将你千刀万剐。妖将莫非出列。是那位边境沙尘，传闻中的妖将第1人。我妖军悬赏千万妖石取他的首级。他竟然也来了！不知他们敲响几下，要出手了！原来也不是很难。此子当为副帅。莫非大人，不愧为杀神啊！太精彩了！玄副帅啊，胜负已成定局，还不认输？莫非确实不错，但与我选的那人相比，依旧不及。这人究竟有何特殊之处？玄副帅这是在怕他？协助者，锤鼓3声，妖将莫非，共计11声。这11声，仅凭一人之力，又怎能企及？唉，王老弟，这第2轮我们输了。你出列，小子，可敢与我打一个赌？说。我赌你敲不到5下。若你赢了，我亲自向妖帝帝君引荐，许你一个妖将之位。若你输了，便滚出天妖城。这小子定是怕了。不过这点实力，哪敢和金总管打赌啊？玄副帅，真没看走眼。无需你向妖帝推荐。若我赢，我要你这只手。好啊，
若你能敲响5下，别说1只手，就是2只手又何妨？下，可惜了莫厉海，怕是会为了此人丢尽脸面。好大的口气啊！还要求我1只手。 5下，一切看好。1连5胜，怎么可能？要是我之前不曾轻视他。 也不会至今余生未遇。我早就和你说过，我这师弟远比你想象中强。5胜已过，你该履诺了。哼！本座说的是超不过5胜，你不过持平，谈何赢我？既如此。 那我便让你心服口服。先前吹鼓之时，似与天道共鸣。难道这鼓中存有道念？我会见你为将。我要你1只手。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我说过，要你1只手。 天威，他竟能引得天道共鸣！你不过是借妖骨之力，有本事敲够15胜。若你能做到，金某在这里向天妖发誓，自断一臂给你。 8胜之上的范阵，绝非因变能抗。原来如此，这不是考验，而是机缘。放弃防御，王兄这是想干什么？无非是逆二字，这果面又何尝不是？古线为顺，回弹为逆。我以生之烙印抵抗这股逆意，
确实错得离谱。以体为炉，以阴为火，他这是在鼓阴洗髓。孤生之状，亦有逆意，抗之则伤，误之则可为我所用。终于开窍了。不枉本君送你的一场造化，估摸着是要破镜了。好悲凉的孤音。儿啊，不管你做过什么，都要保护好自己。不要！不要！这样，爹娘就放心了。爹娘，征虎，抱歉。回往人曾时，见过往家兄弟。节哀。我敦天甘愿抹去神智，成为尊魂幡之魄。修行数百年，我漫受鲜血，以身杀戮，怎就保不了你一生安宁？你要照顾好自己。不要！阿东，我好想你，此生再也不见。孤阴传念，以悲入道，此子竟能引动众生心神。他叫做亡灵吗？问题怎么可能？跨过此门，便是问鼎。数百年悲念，积于苦，散于生，悲声尽处，心态空明。若道境得圆满，便可问鼎。15生就在眼前，他为何停下？问鼎之境唾手可得，难道他要自毁前程？问鼎之路，需斩断尘缘。这一声鼓响，便是天道喜信。若敲响，前尘尽忘；若止步，道心永困。当年我为破镜，断了7情6欲，他敢不敢走另一条路？小家伙，你会怎么选呢？破指望，斩情丝，方可问鼎。问鼎，原来这便是问鼎。好一个天道无情！抛却内心情感，是在逃避。以此修行，不是我亡灵的道。我亡灵的道是逆着天道而行。我可以扫去内心的悲伤，但心中的执着，即便天道也不能夺走。天道无情，我
我倒要看看你如何阻我们鼎，阻我逆天而上！以此人之主，之前赌约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为天妖军征战千年，杀你，帝君不会怪罪。给本作死！金无恤，你要干什么？放肆！竟还有人出手，这力量，莫非是他？第15下。我当年可是在龙潭祭祀古妖数年，才将逆心掩盖。如今这小子竟敢以逆修问鼎，好胆色！天劫，何人能引动此等灾厄？妖灵之地怎会降天劫？吸血还在那里。劫起东海，竟牵连我天运星命数。是雷劫，此子若扛过，问鼎境内，天道再难阻挡。我的执念，谁也碰不得。700年修道，与天劫道真是缘分不浅。逆则仙。天要杀人，我便出现。 这就扛住了天劫。将仙力逆转成魔气，以逆意抵抗天劫。若当年我没有放弃，不知能否像他这样，杀出一条逆天修行之路。 天道绝不会就此罢休。这是天威，此子不过逆修问鼎，怎会引来2次天罚？莫非他的执念需以天威抹杀？若真这样，整个天妖城都得给他陪葬。早知如此，绝不可让他再次渡劫。
天威扫魂，无法夺移。来了！所有人，立刻撤离！天威境还在扩张。恭请老祖救天妖郡！小兔崽子，我们才闭关多久，你就先翻天了？说来话长，先救人。一起散离此地！老子身为狐妖后代，超脱天道束缚，早已不在法界之内。原来这是天威斤两。无法动摇我的斗心，就要默许我的存在吗？碎我肉身意，毁我斗心！三！怪不得说天威杀人没有活路，这力量果真强悍。来呀！今日就算身死，为非湮灭，刀除尽毁。我也要坚持我的道。以凡血硬抗天威。要去。数万年来，你是为数不多敢直面天威的修士。他们有人被劈得魂飞魄散，有人沦为天道傀儡，而你竟然带着执念逆修问鼎。无数年前，鸿蒙初开时，有族名古，与天道同生。他们饮天劫为酒，踏天威如阶，实为世间第一逆修。后来古族三分，力破万法者为古神，嗜血杀戮者为古魔，而吾等神通灭道者，是为古妖。我是一缕古妖魂魄，与其他8郡的古妖本是一体。我困于妖魔千年，今日
以逆意换行，便是因果。你要什么？很简单，我无法离开妖美太阳，我需你替我收回其余8具尸骨中的魂魄，入法成为完整骨胶。妖灵之地数年，不会只有我一个逆修者，为什么选我？他们无法承受我的存在，而你体内有股神气息，神妖同源，你能承受我的力量？哼，凭什么？就凭我能让你活着走出天位，我会帮你用逆之力反杀天道，如何？星云可破坏，结界法则时光倒错人，我望不必此刻你心度过，唤醒我血脉的契合，神魂中烈摇破，交相配合。若平说，正邪太淡漠。是退，所思或所行一过，并肩去击退规则，一心去练挑风波，一与我身要融合攻打。在此刻，是因果与挣脱，是天劫亲手显光，是绝境也是突破，是你不退有我。是你修成。亘古神魂没血，多少年了，世宵云蟒的味道还是如此鲜美。妖灵神也关停，共前行，破乾坤刀法结局，天为了何惧？天劫散了。3个月后，龙潭见我。
小子被老祖宗选中，必须活着带回龙潭。还有，尽快把这里恢复原样。孙儿遵命。如今我问鼎之剑虽已大成，但还需静修才可真正抵达问鼎之剑。当下，此仙府便是最好的选择。这是我的第一个礼物，问鼎之经。此物你现在无用，但若有朝一日要拿到问鼎，此物会助你。今日我若问鼎成功，定找机会报前辈之恩。问鼎之人需道心圆满，此后以仙力为燃品，炼化道心意境，二者进一步融合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朝闻道。融合过程中会生成元气，此气极为珍贵，自仙境而出。修炼者为成仙，便将元气作为本命真气，这便有了一口真元在，九死命魂生的说法。问鼎的过程，便是将元气凝成问鼎之精的过程。若成，从此问鼎之精便是元神的心脏，二者融为一体，元神便是意境，意境就是元神。若败，便是问鼎的死结，被仙焰灼烧而亡。这便是朝生夕死也。不好！前辈，尸意化境，祝你最后一程。多谢前辈。问千万人仙观，凭之自心间，可否踏碎尘寰？若世间规则来阻拦，便逆转心寒，踏天而问云巅。富贵山川浩瀚，无心之所愿。古人宿命，皆愿因果一颗船。不肯舍万般执念，借助我上前，不曾惧。雷霆之缠，轮回感踏遍。身为凡逆者，先知罪孽不问前。当我这河西战，长风眼睛我拆解。问何为道，以此心落款。逆行于天地间，修于心心有感。看天地无一念，劫火愿以我来学。岿然道心，问鼎于世间。700年问道，你即我道，自心中大问鼎。这仙此次念破万千心有心，心增道道在前，前路踏遍何曾惧霜寒。逆行于天地间，修于心，心有感，感天地无一念，劫火愿因我来旋，问鼎于世间。顺为凡逆者仙，此次念破万千心有心，心增道道在前，前路踏遍何曾惧霜寒。逆行于天地间，修于心，心有感，感天地无一念，劫火愿因我来旋，问鼎于世间。山川浩瀚，无心之所愿。
西战，长风眼替我差遣，问何为